你们继续。 追到什么时候？想逃到天涯海角，我也一定要把你抓回来！这海雾，好生邪门呐！师叔，这前面好像有个岛屿，不如去修整一下。此处并不安全，还是尽快赶路吧。不可在此恋战，快离开这里！
诸位小友，此地不是久留之地，歇息好了，速速离去吧。傀儡会说话？你才傀儡！你们这等修为，竟敢来外行，不要命了不成？多谢前辈救命大恩，我等冒险出海，只为采药，不敢扰了前辈清修。我等即刻就走。药？什么药？非得到此地来采啊？禀前辈，此药名为金盏草，仅在此地产出，本不是什么稀罕之物，只是这几年兽潮泛滥，现在整个外海都断货了。家父此前受伤难治，需要此物入药，晚辈方才出此下策。兽潮是20多年前那一次吗？闭关这么久还没结束，前辈能在这兽潮泛滥之地闭关，当真是神通广大。不错，正是20年前开始的。可惜现在的奇缘海域，已经沦为不毛之地，人族势力时不存一了。公孙师兄的伤，也是拜这些妖兽所致。若再不医治，唉。晚辈斗胆，求前辈救救家父吧！晚辈愿一辈子做牛做马，报答前辈大恩。咱们家事岂能劳烦前辈？前辈恕罪，前辈恕罪呀！前辈恕罪。晚辈公孙信已当心立誓，只要前辈能治好家父，小女子心甘情愿，终身侍奉前辈。哦，若是我不愿意出手呢？晚辈绝不敢要挟前辈，晚辈奴钝，指望前辈能够成全晚辈微薄孝心。若蒙垂怜，即使作为奴婢，晚辈也在所不辞。奴婢，师妹你疯了！金盏草，其效重在理气正脉，与鬼玄参、赤炼精同服，应当有效。本座在此闭关几十年，确实需要个打下手。若你愿意，上前一步。前辈既已赐丹，小女岂有反悔之理？还请师叔将此丹药带回救治父亲。你们从此别忘了信儿吧。师妹，于师侄，木已成舟，我们走吧。前辈，前辈，
这些都是上品或者顶级的法器。这些也都是珍稀的顶阶功法，就这样随意摆在桌上，不加禁制。这位前辈当真豪横。此功法名为禅玉诀，最适合女子修炼。感兴趣吗？你就是那位前辈？怎么，不像吗？我只是没想到，前辈竟然如此年轻。啊，前辈这些东西，我不是有意窥探的。无妨，此处只要没加禁制的地方，姑娘都可以自由出入。对了，你好像对这附近颇为熟悉，我且问你，现在可还有能交易东西的地方？前辈，这明面上的集市都不在了，但此前听父亲提及，此地向南越雨路城有个秘密集市，乃是数位结丹前辈联手所建，还算安全。啊，这是周边的海图。那密室就在这里。如此甚好。此地所有的功法法器，姑娘都可以随意取用。我若有事，自会前来唤你。公孙小友，本座自将远行，关汝小心可嘉。先将此洞府与洞中余宝相赠，切勿轻易示人，以免引祸上身。好自为之。前辈，自从内外海隔绝以来，已经20多年了。这丫头想来也是吃了不少苦，有此孝心，也算是难能可贵。反正那些炼器的功法和法器也没什么用了。这次闭关境界已提升至结丹中期，现在光靠普通丹药修为难以存进，也该去探探那些8级妖兽巢穴的消息了。不知现在仅存的人类聚落是何模样？最好别遇到那些元婴老怪，倒是还是换个样子吧。这位前辈可是第一次前来？道友请了，在下闭关许久，方才结丹出关，路上偶然搭救了一位同道，才得知此地，上门叨扰。自受潮之后，非常时期，些许谨慎，前辈莫怪。不知前辈高姓大名啊？在下海外散修，厉飞羽。原来是厉前辈，失敬失敬，前辈请进。请。曾几何时，人族修士方式也要建在地下了。看来这些妖兽还真是不给人留活路啊！大叔，租净室嘛，我们家是采光最好的。去！结丹期前辈在此，休得无礼。哇，结丹期的前辈，嘿，前辈，
你猎过大妖吗？他们真的会说人话吗？这个年纪就要出来讨生活了。会说话呀，而且都是化形大妖，寻常修士也很难见到的。前辈，你要是去打架，可以带上我吗？我要为爹娘报仇。每天就知道惹客人生气，当心啊，把你赶出去！哼，莫欺少年穷。总有一天，我要猎大妖，食其肉，寝其皮。哼。唉，这孩子也是个可怜的。他父母被妖兽所害，从小就生活在这儿，从没见过外面的世界，见笑。来，前辈请。再去。客官，来看一下呀。道友，可知晓高阶妖兽巢穴的所在？前辈若有心，可参加专为结丹期修士准备的交换会，或有所得。哦，交换会。前辈可先在此休整，到时会有人前来宴请的。这幻形诀当真玄妙，可改变扭曲自己在他人眼中的样貌。若非遇到元婴中期以上神识探查，想必不会露出真面目的。啊！前辈晚安，结丹修士专属的交换会即将开始，还请前辈一步。比想象中要快了几十。知道了，这就来。除非神识达到元婴中期以上，他人眼中我应是这般样貌。前辈，文思月，怎么是他？他怎会在这里？前辈这样盯着小女子看，是小女子有什么不妥吗？没什么，前面带路就是。是。前辈请。哎呦呦呦！可是厉道友当面呐，不才云天笑乃是此地宗主，死丫头一定要好好招待厉道友，不得怠慢。长老有令，小女子定会让厉前辈满意。长老，这人又是哪门子长老？其他道友大多都已经到了，咱们快入座吧，厉道友啊！来，请请请。听你的。来，吃个鸡腿儿。差点就吃到了。哎，
来，我喂你啊！吃呀！如此浅薄的拉拢手段，也亏得这云天笑。不知从哪儿寻来这么多姿色过人的女修。这些行子也是，好歹混到了结丹期，怎么还如此纵情声色，为老不尊？范夫人，原来都是妙音门的。紫菱呢？当年回天星城着急跑路，没顾得上与他联络，没想到妙音门一中竟沦落于此。虽不想被人胁迫，但观此人眉眼之间却满是疲态，似乎这些年来也经历了不少。待此件事了，再探听一下这些过往吧。诸位道友请了，相聚于此，皆是缘分。时间宝贵，咱们先直奔主题，稍后再纵酒行乐，如何？如此甚好。那就由老夫先开始吧。山中的化海兽的身体，这可是真宝贝啊！好棒啊！此物的价值就无需多言了吧？不过是些寻常物件，是我眼界太高了吗？我的，厉害吧？看来真是高估这些人了。当真是深藏不露啊！想必是隐士高人，此间势必云某道要舔着脸结交一番呐。先前此人还算沉得住气，不为声色所动，看样子是有东西急着出手。只卖识货之人，这铜片看着颇为眼熟啊，难道是？哎呀！孙兄如此大手笔，竟是8级妖兽的兽骨，今日交换会还真是卧虎藏龙啊！道友既有此兽骨，可知道8级妖兽巢穴所在？老夫不过是想换个消息。此间妖丹资材，道友可随意挑选。道友的东西真是令人垂涎呢，可惜孙某无福销售。至于这8级妖兽所在，为实不知。不管是真不知道，还是不肯说，看来是浪费功夫了。前辈，8级妖兽巢穴的位置，我可能知道。这丫头，休要放肆！在座皆是前辈大能，岂有你插话的份儿啊？思月，切勿信口开河，误了这位前辈，你得罪不起的。前辈恕罪，小女子的确是偶然得知8级妖兽巢穴的所在，绝无蒙骗之意，请前辈明察。云道友息怒，且让此女说来听听。至于消息是真是假，老夫自有判断。
既然力道有应允，4月时止，你可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前辈明鉴，晚辈此前被妖兽追逐逃亡之时，曾见到过一只烈风兽幼崽。烈风兽的习性，想必前辈是知道的。晚辈以为那成年妖兽的巢穴必在附近。烈风兽，羽族之中也是顶级种群，从来都是结巢而居，成年或者幼崽更有化形妖兽坐镇，巢穴附近生长着半妖草的可能性极大。只要前辈能答应晚辈的请求，晚辈愿为前辈带路。你但说无妨。晚辈斗胆，请前辈带我离开这里。4月时止，何出此言呢？云某何曾怠慢于你？语出如覆水，你可要慎言呐！云道友，他好像是说让我带他离开这里，老夫没听错吧？只要前辈能答应晚辈的请求，不再受此人挟制，为奴为婢，4月在所不惜。哼！力道友见笑了。这贱婢想来是练功走火入魔，头脑不清了。来人，将这贱婢带下去，制住灵力，关入禁室。是。前辈，慢。怎么，力道友还真看上了这丫头不成？老夫确实对此女口中的消息颇感兴趣。不如这样。用这些材料换取此女的自由之身，如何？力道友说笑了。若此例一开，任谁看上本门女修都能轻易带出去，那本门颜面何存呢？啊！是这小丫头。不过。力道友，咱们也是一见如故，不妨交个朋友。云某想办法让这贱婢将你所需消息吐出来便是了。道友，意下如何呀？云道友的好意，力某心领了。只是这位姑娘适才说过，交易的唯一筹码，就是让我带她离开这里。老夫可没有欺负晚辈的道理呀。力道友可要三思啊！为了此女驳了大家伙面子，犯不上吧？
先让我上阵！阁下，人我是一定要带着的，威胁言语，道友还是少说点好，否则厉某心情不好的话，血洗了这里也说不定。此物老夫要了，怎么换？这个就够了。可别说老夫罢了，想想贵门女修，这剩下的材料，全当交换此女自由的代价吧。前辈且慢。数月之前，本门无意中发现了一处古传送阵遗迹，若是修复完成，即可直通内星海。如今尚缺最后一种材料，幻梦石。可惜此矿周边有一群高阶妖兽栖息。云长老联络到一位妙鹤前辈，他老人家本已答应出手，而思月就是这位前辈指明想要的谢礼。如今看来，只能另想办法了。除非几位道友愿意施以援手。没兴趣，没时间。诸位道友自便，李某告辞了。这怎么可能是结丹期？难道是那个元婴老怪伪装的？此地虽灵气稀薄，但远离人烟，倒是个进修的好地方。路上已帮你把门派的牵引阴疾抹去了，你不用担心会被找上。多谢前辈，这位前辈人还挺好的，就是年纪大了些。你先到外面候着，有什么事老夫会唤你的。是的，前辈。真的要跟他跟思月乱想什么呢？啊，没有，您准备好了，随时唤我即可。这姑娘还是这么慌慌张张的，姑且吓吓她。谁让她这么莽撞，上来就拿自己当筹码？好了，总算有时间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这枚铜片了。这文字似乎在哪儿见过。炼气术。这铜片和兽皮书上的文字结构大部分相同，但细微处有些差异，分辨不出这其中有什么名堂。总共36个姿势，妖兽不是天生就能吞吐灵气，依靠自身修炼吗？难道高阶妖兽也有修炼功法？这倒有点出乎寻常。不过
这妖族功法，人类练起来，万一有个差池，怕不是要走火入魔。现在倒也不缺什么高阶功法，这全套的玄阴诀还在主骨袋里躺着呢。罢了，先留着吧，说不定以后能派上用场。不错。前辈，此处都收拾好了。不知道前辈的作息习惯，就依照此前我家门主喜欢的方式布置了一下。您看看，若是有不满意的，就告诉四月，四月再改。其实，你不必顾及老夫，此处是留给你的。这是洞口法阵的阵盘和口诀，给我的。前辈，晚辈怎么当得起？前辈相救之恩，小女子尚未报答，岂敢再受前辈如此恩德？晚辈不知如何回报前辈啊！这小姑娘年岁渐长，却还是当年的性子。前辈，若是不嫌弃四月，四月可以的。毕竟答应了前辈。只要别做炉鼎就行。可以什么呀？老夫独来独往惯了，没兴趣带这个小跟班。而且，老夫这个年纪都能当你爷爷了，以后什么侍妾炉鼎，休要再提。是，前辈。不知前辈此后有何打算？范夫人所说的传送阵确有其事。前辈当真不想回去内寒吗？怎么，你想回去？当然了，我还想回去找小姐，还有韩前辈，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倒是难为他了，还惦记着我们。哦，对了，这妙音门不是在内海天星城吗？为何会来此处？前辈果然见多识广。当年门主跟随星宫大长老去那什么虚天殿，门内却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几名实力强大的魔道修士。趁着门主不在，星宫也无人庇护，就将门内上下控制住。卓有使不知所踪，范左使为了保护大家，被那些人胁迫着，带领我们通过天星城的传送阵到了此处。再后来，听说魔道他们就起事反了星宫，我们就被困在了这里。这些年来，门内的女弟子或是失踪，或被送走。范夫人已经尽力了，可惜实力不如人。有蹊跷，若非前辈相助，这些魔道甘愿冒着风险潜入天星城，就是为了劫走妙音门。这妙音门究竟有什么秘密，使得魔道如此计算？好了，现下文姑娘已然脱困，是时候把妖兽巢穴的位置告诉老夫了。这是当日烈风兽幼崽的行动轨迹，前辈请收好。这终点是奇渊岛、黑石城，这里不是被兽巢摧毁了吗？前辈，那黑石城陷落后已然成为妖兽巢穴，您可一定要小心啊！放心，老夫自会量力而为。此地距离云天啸所在之处虽有些距离，但仍难称得上绝对安全。你要时刻紧锁大阵，不要掉以轻心才是。在此地修炼个20-30年，应该可以接单的。毕竟你灵根不差，莫要断了修行之路。不过切记，我的事莫要与旁人提及。莫要与旁人提及。前辈，
前辈总给我一种亲切感，就像小姐和父亲那样。我的运气真的很好，一直能够受到大家的照顾。你们让我知道，即使在这最为残酷的世界，也有希望，也有活下去的理由。我也渴望成为像你们这样的人，在力所能及的时候，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施以援手。希望有一天再与你们相见。哎，前辈，你看，四月又再次说字话了。没想到如今的黑石城沦落到了这副光景。烈风兽又在，这里是寸金阁。还有高阶妖兽看守，绕不过去，看来只能冒险一试了。这都能蒙混过关，看来他们确实领智未开。这下方竟别有洞天，没有高级妖兽的气息，看来运气不错，尽快找到半妖草，速速离开。
思雨的消息看来没有错，果然是烈风兽的巢穴。还有半妖草，几十年了，终于找到了。这水潭清澈无比，却深不见底，铸造灵气的充沛程度也远超普通灵泉。怪不得八级妖兽会选择将巢穴驻扎在此。放轻松，很好。我就是取个东西，便立刻离开，所以。都到了这个年纪，怎么还欺负孩子？来到别人家里做客，也不打声招呼。我们还真是有缘，又见面了。前辈，早就发现在下了。你这改头换面的法术倒是有趣，若不是风某前些年进阶，恐怕也不好辨认。看这架势，怕是难以善了。9级妖兽要是真打起来，只有威胁自爆前蓝冰焰这一条路了。这剑可真不错呀！这就是你的本命法宝了，练得可真好呀！哎，我理解你的戒心，不过你应该清楚，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徒劳而已。把剑收了吧，就当是给我个面子。若你还愿意把我当酒友的话，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就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正式自我介绍一下，你可以称呼我为风息，还不知道友姓甚名谁？在下厉飞羽。哎，想来你一定有很多困惑吧？哼，不急，先随我走一趟。真不傻我，这家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前辈，咱们去哪儿啊？带你看看现在的黑石城。
人与妖对立了千万年，他有这样的情绪并不奇怪，希望你能理解。如今的奇缘海汇集了各类妖族，唯有我羽族这数百年来聚散凋零，一直缺个落脚之地。所以，风前辈就夺了这黑石城作为根基。此地灵气充沛，又扼着交通要冲，此前已被各方势力经营多年，确实是龙兴之地。你分析得很通透，我果然没有看错。先生，多年来，我一直在内星海游历，很难想象你们如此羸弱的天生肉体，却能仅凭修行与外物，和我们这些拥有天赋血脉的妖族斗争了上万年，还隐隐占了上风。你说，什么是你们有，而我们没有的？弯背愚钝，请前辈开示。众生有灵，生于天地之间，妖与人不过是修炼方式不同，未必只要杀个你死我活。我们是出生就最接近天空的族群，我们不被大地和海洋所禁，我们栖息在风中，我们是天空的主人。以前我们是分散的，我们随风迁徙，流离颠沛，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园，就像海族的无底海渊，兽族的10万大山，蛟族的万丈龙宫，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国度。
干最后一滴心血。我们要将这一切，将这一切的一切，都献给我最伟大的羽族！你来的真巧，正好今日是这祭坛的揭幕式，往后这里就会正式恢复与外界的联系了。届时，不管是妖族还是人族修士，只要愿意接受我羽族的庇护，都可以成为此地的一份子。当然，你也可以。风前辈的目的，应当不止于此吧？除了羽族的革新，还有成为妖族的王。若是有一天风前辈成为这妖族之王，乱星海会如何？乱星海的人族又当如何？或许接下来带你去的这个地方会给你答案。此前人族修士与海族发生冲突，打杀了酸泥一族最有潜力的少主。依照那几个老家伙的性子，本应是要屠戮殆尽的。我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便从中斡旋，总算是给此地的人族留了条活路。如今他们居住在此，炼器、制丹、贸易，各行所长，也不用担心被海族猎杀。风某如今的力量终究有限，这是我的诚意，亦是愿景。有朝一日，我希望能创造出一片万族共存的天地。只可惜，不管是当今妖族几大族群，还是你们人族修士高长，能理解这些的，终究还是太少了。其实也未必没有人理解，只是人族和妖族没有共同的敌人罢了。不管是一个族群，还是世间万物，斗争是带来变化最好的催化剂。即使在人族来到乱星海之前，想必妖族之间也是争斗不休的吧？不错。若前辈所说的地方真的建好了，厉某一定要去看看。不愧是厉小友，第一次见面时就觉得你与众不同，我真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怎样，你可愿助我一臂之力，让我们一起改变这乱星海？此妖言行举止，比我遇到的不少人类都正常多了。可是他当真可信吗？前辈谬赞了，只是在下这点微末道行，实在不知能做些什么。瞧你想的，这修仙一途，也不只有打打杀杀之事。跟我来。还说不只是打打杀杀，要不是打不过你，我早就跑了。说起来，这还是第一次邀请人类来我的洞府做客。洞府在水下吗？这边，此地格局都是按照内海风格设计，这样
厉道友或许觉得更熟悉一下。放心，这孩子对人类并没有恶意，反而还十分好奇，只是自幼便生长在这儿，没有什么机会接触人类。风某这才带你进来做客，没成想，道友还没进门，就把孩子最喜欢的灵草给拔了。这狗死啊，你我也算是因酒相识。上次答应你，如能再见面，我请你尝尝我自己酿的酒。这可是我烈风一族秘传的独家真酿。100年才酿得一坛啊！放心，这次主料不是什么天地人3位合一了，而是一颗化形阶的妖丹。化形阶妖丹？哼，我观道友修为应正处于瓶颈，想要突破结因，这才要找半妖草的吧？喝了这杯酒，多半你这瓶颈也就过去了，进阶结丹后期不在话下。若果真如此，这一杯酒便胜过万千灵丹妙药。怎么，害怕风某在酒中动手脚？我若是真想取你性命，又何必用在酒里下毒这般微末伎俩？晚辈不敢，但是我们人类有一句老话，无功不受禄。如此珍贵的稀世珍草，晚辈不敢白喝。坐，厉道友，你坐呀。依照你们人族的规矩，饮尽杯中酒，就当是全了你我之意。这杯酒，厉道友是执意要先聊再喝。再推脱下去，恐怕要激怒他了。承蒙前辈如此厚爱，晚辈受宠若惊，那就却之不恭了。果真如前辈所言，此酒不同凡响。你就别硬撑了，赶紧闭关炼化灵气，争取一举突破瓶颈。晚辈正有此意，只是晚辈心下不安，恐怕有负前辈所托。说起来也很简单，无非需要厉道友的木属性功法，帮我完成一件事情。当然，厉道友法力深厚，远超同阶，但目前的修为吧，还是低了一些。若是能再进一步，倒也能勉强算是帮上忙了。晚辈资质驽钝，虽有前辈赐酒，但若是一直无法突破瓶颈，又当如何？厉道友莫要操之过急，我已为你备好进修之所。咱们以半年为期，以你的天赋与能力，应当不难。若是实在无法突破，那就当风某看走眼了，不必介怀。试了无数次，结果都是一样，这是加了多少层禁制？甚是也无法探知到外面，哪是什么进修之所，分明就是囚室。
我这儿有2部书，这部是我此前收藏的功法，有助于积攒木系灵气；这本是妖族的雅言，你在此地生活用得上。那吃穿用度都为你备好了。那里的禁制是为了不让人叨扰你清修，待你练成出关，禁制自解。哎呀，你这身怎么穿得像个贼似的？这风息想的倒是周到，看来是打算让我长居于此了。就是有些太周到了，这些天不断派守卫送来这些，生怕我无法进阶的样子。看来他是很着急呀。方面，多点，今天努力突破。谢道友，还是不必了吧。是他，公孙信，他怎么会在这里？留他一人即可。一人，人族若，野族身体好。前辈，晚辈公孙姓，以后就由晚辈来服侍前辈。本座正处于闭关的关键时刻，需清心寡欲。1周以后再来吧。是。监视的还真严啊！若是能通过他得到一些外面的消息就好了。如此看来，若是半年期限一到，仍未进阶的话，就会被风息视为无用之人处理掉。眼下只能一边突破，一边寻找脱身之策了。这鸟人也不知道在盘算什么。这么多年的等待，终于一切都准备好了。雷鹏前辈，待我披上风雷翅，且看还有何人能在阻。这闭眼就果然邪门，幸亏有万年灵乳帮身，才敢这样不惜耗费，强行催动法力加快进程。即便这样，也才刚刚炼化了2/3。千万屏住，为何会突然发动？难道是这闭眼球？可现在法力枯竭，根本无从应对。就像玄谷那家伙一样，玩火自焚了，所幸尚未酿成大祸。这是闭关数10年，以为能再尊进一步，如今竟在这生死之间突破了。
是去世24品青竹风逆剑了，甚好。如此一来，风息的要求是达到了，不过还有2个月时间，不必着急告知于他。若是实在无法突破，那就当风某看走眼了，不必介怀。先稳下境界，想想脱身之法吧。死要城府极深，我可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承诺上。我近来有所突破，布下的隔音法阵，守卫无法察觉。此前不是让你在洞府修炼吗？你为何会出现在此处？那日前辈走后不久，晚辈担心父亲不下，便离了洞府去寻同门。会合之时，却逢妖族侵袭，我们根本不是对手，便被抓到了此地。此地的妖族待你们如何？一开始还好，这些妖兽自称羽族，虽然凶恶，但只要为他们炼气制丹，按时上教，就还能勉强度日。可前些日子，这里来了只化形毒蛟，每日都要带走数人，而后就不见踪影。想来，定是凶多吉少了。现在大家都人心惶惶，不知哪一日就会轮到自己。如此寄人篱下，定然是任其宰割。眼下这城中还有多少人族修士？可有高阶？前辈，不必再这样。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曾经的结丹修士，在我眼中也是高不可攀的存在。只是这一路走来，愈发明白，所谓结丹，在化形大妖以及元婴修士眼中，也不过是些大一点的蝼蚁罢了。眼下，就算是我想做什么，也力有未逮。你可明白？只有活下去，才有希望。晚辈明白了，谢前辈。这是我的诚意，亦是愿景。当然，你也可以共存，恐怕更像是利用、奴役吧。低阶修士随手送作炉鼎，还任凭毒蛟食人，即便做出些微变革，但也是表面功夫。又怎能轻易撼动这千万年来弱肉强食的铁律？唉，好，好，好！看来这碧焰酒没有浪费啊！这段时间我可是一直惦记着你啊，厉道友。如今看来，风某算是多虑了，你完成的很好。不过，作为报偿，我应该许诺你些什么才是？哎，前阵子我们又找到了一些人族修士，如今这规模已是不小，为长久计，还需有一位能服众的人族领袖才是。风某想将此重任托付给你，届时你将在人族修士之中拥有绝对的权利。在风某的领地上，所有遵守律法的人族均可安居乐业。唯一的条件，便是每10年选出一些修士，与妖族后辈进行搏杀，胜者存活。这与你我在魁星岛所见并无二致，也算是风某给其他妖族一个必要的交代。若是为了族群的延续，
换做其他人类修士高层，也会做出相同选择。不过，晚辈有个疑问：此间的人族高阶修士，又有何说法？厉道友以为呢？还请前辈明示。你也说了，此举都是以族群延续为首要目的。凝结元婴，且不论耗费如何庞大，其不可控制数亦太多。我风某想要的，是一个如上古妖庭般君临乱星海的强盛帝国，自是不能容许宗门林立，各行其事之举。当然，若是厉道友自己想再进一步，那就另当别论了。你若不负我，我亦不负你。风前辈，愿为天下计，晚辈何德何能，获此重任？不过，兹事体大，牵扯甚广，还需从长计议。不如晚辈先助前辈完成此番托付，再做计较。若不是此前误打误撞吞了前蓝冰珠，触发异动，发现了碧焰酒中的邪恶气息，险些就要被他蛊惑了。此妖所说的话，我是一句都不会信了，必须想办法逃出去。来了。风兄大手笔呀！今天的午餐居然是个直升的。这是做甚？母兄莫急，这位厉道友是风某请来帮我做事的，还请勿要加害。帮忙？这可是个人族，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好了好了，这就是风兄做事的风格，你又不是不知道。难得来一趟，有的吃有的玩，不就好了？人类，你以前见过我们吗？没有，晚辈见识浅薄，出面蛟龙之威，故而失态，还请前辈恕罪。我也觉得你有点眼熟。我也觉得你有点眼熟啊。虽说是眼熟，但你们人类都长得一个模样，我也分不清楚。好了好了，厉道友，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我的挚友，处于化形初期的修为，也就是你们人类口中的8级妖修。但他二人都出身于天地灵族，自身神通绝不会弱于我太多。什么叫不弱于你？
200年前咱俩就约好要切磋一番，结果一拖再拖，我看要不就今天。哎，放心，咱们有的是时间切磋。哎，此番约2位过来，正是需要大家通力合作，助我一臂之力。事成之后，封某先前答应的好处，一应不少。什么事至于这么神秘兮兮的？还找一个小小的结丹修士帮忙？若是去对付哪个仇家，我和老龟这就给你摆平。是啊，难道这事儿还有什么危险不成？危险倒是谈不上，不过是让大家帮我炼制一件法宝而已。随我来。风兄竟然要学人类炼制外物，对我们妖族来说，这身体不就是最好的法宝吗？本体的天赋神通可比法宝可靠多了。蛟灵之体，灵禽之势，玄龟之身，咱们在妖族里那也都是佼佼者。2位说的没错，风某又怎会不知道呢？哼，能有什么？这是雷鹏。雷鹏的遁速，在咱妖族里面应该能排个前3。不过，他不是被前代新宫主人镇压了吗？正如龟兄所料，但是雷鹏前辈还是成功出逃。我虽得到消息，前去迎接他，抵挡人族追杀，但最终还是晚了一步。当风某抵达时，雷鹏前辈已是奄奄一息，临终前便将自己的遗骨许诺给了我。当年魁星岛的事，背后果然有他的影子，说不定极阴岛也是他隐去的，就是为了夺这雷鹏遗骨。至于真相如何，罢了，反正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风兄，当真要炼化这雷鹏骨骸？风某想炼一对翅膀法宝，名曰风雷翅。此宝兼具风雷之力，迅疾如风，可随心意而动。雷，还有雷？你渡那化形雷劫还不到100年，自然是不喜欢雷法了。不过没关系，事成之后，多吃几个人族修士补补不就行了？哼，风兄，这次可说好了，至少要5个结丹，20个筑基，你可莫要忘了。咱们3日之后正式开始，还望各位道友助我。啊，走了，走了。嘿嘿嘿嘿嘿。厉道友且慢，风某突然想起来，你此前饮那碧焰酒中兴许还留有那么一点点雷鹏妖丹残存的一丝邪气。待你助我祭炼完成此宝，我会亲自出手助你将其炼化，届时又是一番敬意。多谢前辈提醒，晚辈自当尽力。邪气炼化，原来如此。可惜我已解决完，不劳你费心了。不过这风雷翅，一旦让风息炼得此法宝，还不知其遁速将会达到多么可怕的程度。他若想杀我，内外心害，恐怕再无我容身之处。
的灵力都汇聚于此。就如同一个巨大的炼气熔炉一般。二位道友，还请出手。虽说有法阵的辅助，但想要同时平衡这4种力量，看来这风息对炼气一道还真是下了功夫。这是木属性灵力，我的吗？原来如此，还有抽取灵力的功效。哼，这群老妖，在他们眼中我就是块巨大的灵石吗？怕不是最后要将我当成材料一块炼了吧？不行，要尽快找到脱身之法。二位道友，时机已到。第一阶段差不多完成了，接下来就是风雷相融，还需要厉道友的木系灵力从中调和。风前辈，晚辈道行低微，怕误了前辈大事，不如将这法阵自行调用吧。好了，无需多言。此前为了省事，确实用法阵调取了你的灵力，但越往后，对灵力的精炼程度要求是越高，就不是旁人可以代劳。眼下这个法阵的禁制已除，
你就乖乖按照我的指示做就好。哼，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这人类废话真多，还不如把他灵气抽干来的干净。师妹，去歇会儿吧，这里有我和师叔在。我没事，师兄不用担心。爹，老没事，大家都去歇歇吧。师兄，你现在这身体状况，在这里耗下去只会更加不妙。过2天，弟兄们准备出去探探口风，争取买通那个管事的人族守卫。咱们寻个机会从这矿区溜出去。不，绝对不行！且不说外面有多少妖族守卫，就算我们逃出去了，那剩下的人必受迁怒，最后还能剩下几个人？爹，他们多半还是会自己行动。人各有志，无法强求。希望他们能顺利，可以让多一些人活下来。我总觉得，那位厉前辈正在筹划什么事情。他也说，让我们想尽办法先活下来，才有希望。那位前辈高深莫测，我们且听他的做些准备，莫要走漏了风声。爹，你先调养好。女儿这段时间已经偷偷联络了不少人，也备了不少符箓法器。若真有什么转机，我们自当拼尽全力便是。你看，快走啊！厉道友，此番有劳了。厉道友还能坚持吗？前辈莫要担心，在下的功法较为特殊，对于灵力的消耗和回复有些优势。原来如此，我风某果然没有看错人呢。前辈，这是何意？适才的风灵镜对你运功并无影响，事成之后我自会帮你散掉。还请厉道友莫要轻举妄动，到时道友痛不欲生，我亦不忍为之。晚辈自刎，对前辈推心置腹，还想辅佐前辈成就一番事业，没想到前辈是这样看待晚辈的。唉，只要你好好配合，此前应允你的依然有效。所谓赏罚分明，这也是你们人族最喜欢用的方式，不是吗？啊，风兄大方啊！竟然还有这种好东西！万年灵液，总共只叫我得了3滴，这回可就别再说我小气了。你们先收着，待你们灵力用尽时，再行服用。
万年灵液。冯兄，这宝贝炼好之后，可有什么打算？此前酸泥族的少主在这一带被人族修士所杀，随身携带的一枚范圣真片下落不明。风蟒接下来想寻找此物。这范圣真片与上古妖族的三范圣功有关，习得此功，足以号令星海妖族。可惜这真片早已四散飘落，只有一枚还在海族手中。范圣真片是风兄有知，妖族秘传功法，要是真找到，难道是借我们看看？唉，怎么还没翻呢？什么味道？我发现这家伙身上有一丝精纯的灵气，是木属性的，比他所用功法的气味纯得多。人类，我说以你的修为境界，怎么能坚持这么久？看来你是藏了什么可以快速恢复灵力的秘宝灵药。龟兄的血脉天赋可以感知灵气变化，错不了的。前辈说笑了，晚辈一介散修，哪会有什么秘宝灵药？此前侥幸突破瓶颈，还是成了风前辈的。这才是不幸之地！到底藏了什么？快揪出来，不然我吃了你！在搜魂猎魄，一定能找到。厉道友，刚才你还灵力不足的样子，可是这一会儿功夫，已然恢复了不少。武兄心急，你若真有什么恢复灵力的好东西，不妨拿出来看看。若是合用，我定然补偿于你。有吗？前辈兴许是看错了吧？厉道友，我说的话，你最好当回事，下不为例。人类，别忘了，你们只是我们的奴隶。风兄，到底是何物？厉道友，你自己说吧。
用一滴万年灵乳稀释的灵液。什么？你也有万年灵液？区区结丹修士，也配有万年灵液？冯兄，咱们快分了吧！这里面还掺杂了其他东西吗？颜色有点淡绿，而且木灵气也多了点。灵液难得，我在里面加了一些木属性的灵药。晚辈修的本就是木属性功法，所以这木灵气自然是越多越好。风兄，我有点饿，这法力也快用尽了，要不尝一口？龟兄稍待，让风某检查一下。嗨，哪有那么麻烦？我来尝一口不就得了？小东西，老子识遍天下万毒，想在老子面前玩毒，根本没用。那。果真是万年灵液，这灵力的恢复速度可骗不了人呐！哎，你给我留点儿。风兄，我看这小子脑后有反骨，还是让我把他给吃了吧，也别浪费了。五兄，此人我还有用，换别的结丹修士给你。厉道友，我知道你此时心中不平，待此间事毕，我们好好聊聊。前辈行事，晚辈怎敢心有愤悔？好了，两位兄弟，快些调息恢复，接下来要一鼓作气，中间不能停歇了。这风灵镜也太霸道了，多亏有用辟邪神雷隔绝千兰冰焰的经验，这下我多想你了。风兄，休息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完工吧。不急，最后时刻更需稳妥。风某先做些准备，一会儿有劳各位了。我们这就来。还没到时间吗？怎么回事？是你搞的鬼！小绿瓶的灵液蕴含着天地灵气，对灵芝来说是造化仙露，到了活物身上就成了穿肠毒药。还真是你下的毒，不要命了吗？可恶！天天在这种时候。
息倒是比之前弱了不少。帝妃云你，胆敢如此！这是护身法宝。是刚才喝的太少了吗？都怪那一脚一龟贪得无厌。裴道友，封某并未苛待于你，你可莫要把事做绝了。否则内外兴汉都没有你的容身之地。现在还说这些有什么用？不能让他缓过来。这是京城。可惜修为还是低了些，连化形妖兽的皮都无法攻破。等什么等？危险的话，还是等你能站起来再说吧。住手！你说杀了他，人交之间就再无宁日。你们平素不是最喜欢吃人吗？今天便尝尝被吃的罪吧。好可怕的人，还有好多。还有好多虫子啊！万圣节，我再也不吃人了，这些竟有如此剧毒，顾不得那么多了。我不是为了帮你，被落到如此地步。断尾求生，不愧是爬虫。放心，这次找老总回头再和你说。教官，把他捉回来。想多了，化形妖兽精魄，这么好的元气材料，可不能浪费了。想多了，化形妖兽那么好的炼器材料，可不能浪费了。关天下，关天下，我再也不敢吃人了！啊，把兔子进来了！这鬼妖的天赋神通竟然是自愈之体，看来是很难杀掉他的。风息这边，剑南冰焰还无法控制分毫，若是贸然用出，与同归于尽无异。这还真是棘手。飞羽，你
是想办法先离开这里，可这禁制该怎么破除？是南风西强化禁制时，似乎就是将禁制与这地心之火连接的。怪不得源源不断，这可是足以炼制风雷制的力量。真的，风雷制。李飞宇，这风雷制还没有炼制完毕，拿出来就前功尽弃了。这法阵的原理，就是将地火蕴含的灵力集中引到这风雷制上。若是取掉这风雷制，那这些地火灵力将无处宣泄。即使再将这些法阵加以改造，譬如全部引导到门上的禁制之中，有办法了。飞宇，你要干什么？你飞宇，没有风雷之力是无法驾驭的。谁说的？地邪神雷管够！不要啊！看你干的好事！说是引得地火爆发，此早已经不复存在。好极了，风前辈。再见了，飞宇，你这个骗子！别动！混蛋，把东西给我留下！可惜了，这件龙袍，此道即将地火爆发了，得快点离开。李飞宇！
样。李飞羽，人类，雷鹏前辈，你说的没错，妖族就该有妖族的样子。你别这样，我害怕。妖族就该有妖族的样子。行，化成人形。原来我错得如此彻底。李飞羽，找到你了。不眠不休的飞出外，应该安全了吧？风力一进，是风息，他缓过来了。为什么？这样下去如何逃得掉？可恶！早知道就冒险直接抱了前来真主了。看来这外星海恐怕真的没有入世之主了。不行，先跑！这风灵技不是一时半刻可以炼化的，也不知妙音门的内海传送阵修缮的如何了。
距离拉开过远，还是发觉失灵？此处暂时还算安全，正好停下来，把要紧的事做了。那毒胶和龟妖的储物袋中珍稀材料还真不少，特别是那乌黑龟壳和白玉片的血红鳞片，想必是他们渡劫化形时自行退掉的东西。不过最大的收获还是此物。李飞羽，这风雷池还没有炼制完毕，没有风雷之力是无法驾驭的。哼，还想诈我？你不是也只有风之力吗？所以就是说，风雷二力只要有其一，就能使用自爆。只是火候还差了一点，尚未彻底定型。先将其认住，再温养一番就是。风息不惜代价也要炼制此物，我倒要看看到底有何神用。雷之力，不如用辟邪神雷试试。那是什么？太快了，什么都没看清。再试一次。竟然只用了一息，这动作比寻常元婴都要快了，怪不得风气对此宝物如此珍视。有了此物，天下何处去不得？竟然只用了一息，这顿锁比寻常元婴都要快了，怪不得风气对此宝物如此珍视。有了此物，天下何处去不得？就连正常飞行，速度也是如此恐怖。哼！
就是消耗比先生了有点多，不到紧要关头，还是不要连续使用了。虽然眼下暂时甩开了风息，但留着外海，怕是不得安生了。不知前辈此后有何打算？范夫人所说的传送阵确有其事，前辈当真不想回去内海吗？徐天庭的事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只要不遇上那几个元婴中期的老怪，多半也不会有性命之虞，总比留在这被风息整日定位追杀来的强。这账目不应该是狼儿负责的吗？怎么还没回来吗？回禀门主，蓝师姐奉云长老之命外出执行任务去了，至今未归，恐怕什么？来，老夫来的不是时候。前辈大驾光临，妾身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夫人就一点不担心本人前来会对贵门不利？前辈说笑了，以前辈的修为，怎会为难晚辈呢？不知前辈有何需要，只要妾身帮得上的，闭门一定全力而为。贵门的传送阵修好了吗？我要借用一下。传送阵，恐怕要让前辈失望了。此前妖兽不知为何又突然猖獗起来，我们想找的幻梦石还没有头绪，这个传送阵尚未完全修成，不过可能也快了。多久？这个就不好说了。罢了，那也没谈下去的必要了，告辞。前辈姑且在此安歇一晚，明日再走吧。好吧，那厉某歇息一晚，明日出发。好，带厉前辈去最高规格的客房。门主，为何要留此人过夜？他上次可是当众伤了云长老啊！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这位厉前辈修为惊人，我刻意结交有何不可？本门主还有要事，先走了。附近海域没有感知到元婴期的神识，那个云天啸也不在。进来吧。前辈如此晚没有歇息，看来早知妾身要来。范门主暗示的如此明显，老夫也想知道夫人到底有何秘辛，需要单独谈。不过事先说好，若是与传送阵无关，就恕老夫不感兴趣了。这个自然，被那么多元婴期老怪追杀到了外星海，韩长老自然是想回去了。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韩长老，谁呀？妾身说的自然是天星城散修，虚天鼎主人，外星海虫魔妙音门客卿长老韩立，也就是前辈您了，难道不是吗？他是如何认出我的？凭他的修为，不可能看出我的真容。不是看出来的，而是闻出来的。这和修为无关，只不过是妾身自幼时对气味颇为敏感。上次相遇时人多繁杂，韩长老又离妾身太远，但今日在厅堂里面对面，妾身总算是认出来了。既如此，韩某应当称你为范左使，还是范门主？前辈有所不知，当初门主下落不明，妙音门被突然现身的魔道袭击，若不按他们的吩咐去做，恐怕妙音门全门上下早就一个不剩。
眼下妙音门的处境也是岌岌可危，妾身斗胆，恳请韩长老出手，除掉云天笑这卑鄙贼子。仅凭云天笑，如何在新宫眼皮底下将你们劫走？此事有蹊跷，你就不怕幕后之人是你得罪不起的？妾身当然知道，若不是云天笑还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恐怕这个门主早已换人。你可想好，当个傀儡比死了要强。妾身冲击结丹几次无望，本就是受冤无度。当年若不是汪门主搭救，我早就死了。妾身忍辱负重，苟延残喘的活下来，还僭越称门主，只是为了将妙音门道统延续下去。有朝一日交还给小姐，只要前辈助我，妾身为前辈做任何事，都在所不辞。范夫人忠心可嘉，可惜韩某如今自身难保。若是妾身有办法，让前辈短期内回到内海，韩长老可愿出手相助？这修复传送阵的欢梦石不是没有吗？实不相瞒，妙音门当年曾花大价钱买过一些，都被妾身私藏了起来。本来也是时刻准备用来遁走的，前辈只需要出手就好。至于我们，既然能苟延残喘至今日，就还有保命的后手。传送阵、幻梦石一样不少，检查完毕，我就出手。这都好办，此处离传送阵不远，2日便可抵达。明日，不，现在就可出发。到时候还劳烦前辈出手，将看守在那里的云天笑亲信一网打尽。一言为定。传送阵就在此处了，只是岛上俱是云天笑的爪牙，虽说都是筑基期，但人数众多，就有劳前辈出手了。都解决了，走吧。请前辈放心，最多再有4、5日，这法阵就能修复完毕。届时云天笑也会回南离岛主持方氏事务，就劳烦前辈出手了。这里有一些上等材料，务必尽快修好此阵。是，前辈。一旦打开辟邪神类封禁，这风灵境就马上发作，痛不欲生还在其次。若是暴露了行踪，引来风息那家伙，可就得不偿失了。依风息所言，此境会慢慢消散，难道要几年，还是几10年，或者根本就是虚言？怎样？你可愿助我一臂之力，让我们一起改变这乱星？你若不负我，我亦不负你。此妖兼具妖族的凶残与人类的狡诈，他口中所言万万不可轻信。算了，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算算时间，云天笑应该也快回来了，还是速速灭掉此人，返回内星海要紧。真人，前面就是咱南离岛了。老夫今日心血来潮，想来是有什么好事要发生，所以难得跟你来了。此前你答应献于老夫的那名女弟子，老夫可还惦记着呢，可别像上次一样不了了之了。恭喜真人得见吉兆，当真是福泽深厚啊！之前呐是范门主护短，此
此次定不会让真人败兴而归的呀！啊！妙哉，妙哉呀！走走！前辈，不好了！刚接到传音，除云天校外，元婴修士妙鹤真人也和他一起回来，现在已经登岛了。我已经感知到了。妾身已派人去拖延他们，但现在收手也已迟了。云天校的爪牙已尽数出去，他只要多待一会儿，就会发现不对的地方。那妙鹤真人与云天笑是何关系？若我出手杀了云天笑，他会出手替其报仇吗？非亲非故，乃是云天笑利用女修强行攀上的关系，对付这种老色胚，妾身自有手段。若是应对得当，许以重礼，他应当不会插手。既如此，还请范夫人将那云天笑引到一个单独的房间，我随即便出手，定然破给他求救的时间。妾身一定办妥。知道韩某身具虚天鼎的人里，10个有9个都想除掉我。范夫人，若我击杀了云天笑之后，你怎么办？还有这些妙音门的弟子，你们不会突发奇想的揭穿韩某身份，来讨好那妙鹤老道吧？前辈多虑了。若妾身如此行事，多半事后也会被那妙鹤杀人灭口。况且，前辈又是妙音门的恩人，妾身绝不会行此等忘恩负义之事。而今看来，前辈对妾身误会颇深啊。无妨，妾身当年在天星城与前辈初次相逢时，实是不知前辈就是当年在魁星岛救下门主的恩人，只想以门派利益为重，与前辈交易罢了。故而多有得罪，当真是追悔莫及。只是此次，请前辈放心，妾身已道心立誓，断不会行那恩将仇报之事。妾身斗胆，还有一则请托。若是前辈有机会寻得门主，可否替妾身将这些物件转交？此玉牌乃是妙音门祖传之物，据说其中藏有一桩秘辛，需得门主结丹后方能打开。还有，请前辈告诉小姐，范静美不辱使命，没有令妙音门断绝。好。你们妙音门就是这么招待人的？这也太寒酸了。真人莫急，真人莫急，他们呀在路上啦。来，真人啊，先在此歇息。云某把他们全喊来陪侍。妙鹤前辈，云长老，妾身来晚了。范门主。妙鹤前辈，云长老，妾身来晚了。运琴去哪儿了？怎么没见他在此伺候门主？云长老，运琴他怎的如此不守规矩？门主，妙鹤前辈在此，莫要失了礼数。运琴怎么了？竟能惹得你生气？既然如此，妾身就直说了。今日有位散修上门，说手上有一批幻梦石想要出售。什么幻梦石？此等钥匙，
运琴竟不通知妾身，自己去与那人交涉。他眼里可还有我这个门主？真人见笑了，还请真人稍待片刻，容我与门主先行处理门内琐事，稍后再来陪真人玩耍。去吧，去吧。一会儿范门主可要陪老夫多喝几杯。还是真人懂得怜香惜玉，不像某些人都把弟子惯坏了。你们几个可要好生表现，招待好真人。云长老，我们走吧。云长老，你们好好谈吧。贱婢以为搭上了妙鹤老鬼就能倒反天罡，等你在老色胚身上栽了跟头，就知道哪些人能惹，哪些人不能惹了。道友，阁下便是有幻梦石的客人，运琴那丫头呢？隔了这么久，看来云道友已经把在下忘了。是你！妙鹤前辈救我！叫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此处早已布好隔音禁制。李真人，且慢！在下知道真人神通盖世，上次在下已经见识过了。除了当时那名女修，真人还有什么想要的？在下都给你，什么都给你，帮我一把好吗？若是真人真要把事情做绝，云猫修炼至今也不是吃素的。还想自冒金丹的罪？想不到一个结丹修士身上竟然有如此多的古宝。妙鹤前辈，哎呀，这位兄台是妾身为了对付云天笑这叛贼，特意请来的帮手，请前辈放心，不管那贼子答应真人什么条件，妾身愿意加倍补偿。加倍补偿？这个怎么加倍呀？好吧，既然是妙音门的内务，那老夫就不多管闲事了。不过，范门主可别忘了刚才说的话呀！前辈尽管放心，妾身还需要真人照拂呢。怎敢食言呀？不过，
这位小友倒是面生的很呐，叫什么名字？师承何处？老夫在这外海多年，怎么没见过你呢？要不要加入我碧云门呢？晚辈。竟然在这个时候发作，好险！你是玄？哎呀，夺了虚天鼎的就是你！韩长老，一定要逃出去！该死，暴露了！等等，玄，刚才他难道是想说玄古？哼！莫非是巫山为我被玄古夺舍了？玄古前辈，刚才实在是抱歉，在下谬恶。哎，你的好啊！若不是要分心压制这该死的风灵剑，这死老头定追不上我。在下妙恶，为前辈仰慕已久，还请停下来一试呀！这是什么秘法？一定是用了虚天鼎中的法宝。可惜吉恩老鬼折腾了这么久，却落到了我手上。太好了，今日果然是运气大好。前辈，在下没有恶意，只是想高价换购一枚古天丹而已。说起来，在下和前辈的爱徒吉恩可是多年好友，论辈分，前辈您还是我师伯呢。您就别跟我置气了，咱们回去好好喝一杯如何？在下一定不会让前辈失望的。老东西，将就不吃吃罚酒。这老道修的是什么邪门功法？血影中竟带着诱惑迷魅之音，幸亏有大眼诀自行护住，否则还真容易被这鬼话蛊惑。喂，怎么这么快啊？老子的东西还什么心眼？见鬼！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啊，什么东西？这家伙不会也是为虚天鼎而来吧？血影消失，好人类！好心侄，替我拖住他，老夫等下来帮你，之后少不了你的。我可恶的神类，你们一个都跑不了！虚天鼎就在眼前了，不行，不能功亏一篑。肮脏的人类！这架势，看来真是为夺宝而来啊！还真拼啊！贺世侄出手相助，吉阴岛绝不会忘记这份恩情。玄武，你该死的人类，全都去死！坏老鬼，撑住他！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的法宝，铁太子！有雷，可随心意而动。人类族最强的法宝没了，都没了，什么都没有了。该死，我的虚天鼎！你跟那个骗子是一伙的。不是，休要听那厮胡说！我只是想要他身上一件宝物而已。宝物？那你去死吧！我跟你无冤无仇啊！自妙鹤真人大败于风息，肉身溃散。只剩元婴遁逃之后，周遭海域也遭遇了蛟龙一族长达数年的大举进攻，不仅成批人类修士后而奔逃，后而殒命，纵使此间的几个元婴老怪，也在高阶妖兽的围攻之下身负重伤。而妖兽每次动手前，必先问一次，他们中有没有一名姓厉的结丹修士。但此人却如人间蒸发一般，竟无一人相识。那些受牵连者提及此人，对妖兽虽敢怒不敢言，却无非不是将此怨气发泄到这名厉姓修士的头上，咬牙切齿，咒骂不已。唯有一处偏僻小岛，上面有一无名修士生祠，上书：历前辈大恩大德，永世不忘，后学晚辈，公孙信。做得不错，这最难召唤的尸魔也召唤成功了。
师尊谬赞。虽然只是虚像，但也算掌握了皮毛。接下来你该专心进阶元婴了。结婴之事，或许可以等大战结束。别耍小心思。徒儿不敢。当年若不是被师尊从死人堆里救出来，又蒙师尊100年来的教诲，徒儿怎能有如今的修为？徒儿自孩童起就明白了，只有进阶元婴，这样才能得报师恩。明白就好。让你寻的那处地方，可有线索？禀师尊，徒儿在内外海均布下了人手，已有一些头绪。罢了，再给你一些时日。待老夫此次出关后，你若还没找到那处地方，就准备进阶元婴吧。徒儿，请进。主人，启禀主人，适才外海执事的元魂灯灭了。那个姓云的吗？那个玩物丧志的杂碎，恐怕这些年光顾着研究那些妙音门的女修了。知道是谁做的吗？此前就听闻奇渊海域的妖兽大肆作乱，寥寥数10年间，几乎将人类修士据点摧毁殆尽。此次说不得也是那些妖兽所为，此人倒是死不足惜。只是那些妙音门的人，可能也是凶多吉少，恐误了主人大事。罢了，幸好最重要的客人没交给他。备驾吧，是时候该出去走走了。是。怎么还有其他人？丁长老，这些人到齐了。这悬赏任务究竟是什么？总可以说了吧？这位道友确实有些面生啊，也是蒙内兄弟。蒙内，你姓蒙吗？身上倒是有一块温天人给的令牌，糊弄下试试。这几个人妄之不似善类，若是有什么差池，就地击杀了便是。原来是圣魔岛吉生门下，还真是失敬了。小老儿丁谢见过这位道友，不知道友尊姓大名啊？哎呀，行了行了，比想象中都快了几日。这个时间点能聚在如此偏僻之处，自然就不可能有什么外人。我就好奇，能引起6道前辈门下高手注意，你们青阳门这诛杀令到底要对付谁？给大伙说来听听。青阳门，好耳熟的名字。诸位，此妖女剑名元瑶，本门少主怜其孤苦，欲收为妾室。不料这剑婢恩将仇报，仗着狐媚之术，竟伙同另一妖女暗害少主，而且还盗走本门不少宝物，现已逃匿了多年。不过现在本门已掌握其下落，下了这诛杀令，还望诸位道友助老夫擒获妖女，生死勿问，本门必有重礼相谢。元瑶还真是他，怪不得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单，原来是有这般经历。什么妾室，多半是要当做炉鼎，
却被那女子反扑算计了，也是苦了丁老爷子，遇着个这么个可怜的不成器的二世祖，还连带着吃了瓜烙，从门内的副管事被贬成个小堂主，还要满世界追着个小女子跑，当真混人！你这混人，休要在此胡言乱语！小心我青阳门连你一块通缉！休要吵闹，我等都是冲着赏金来的。且说说，此女子现在在何处？若是能借此机会找到元瑶也好，和他再换些万年灵属。此女眼下就在南方的一座岛屿，事不宜迟，还望诸位道友随我即刻出发。若能生擒此女，少主另有一份奖励。我懂，我懂。丁长老，头前带路吧。什么情况？都这个时辰了，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对面的传送阵怎么还不开启啊？让人干等着啊！丁长老，此地灵气稀薄，你确定那妖女就躲在这里？我巨鲸帮辖下荒岛无数，每一个都比这个地方强。不是货，这明明是隔绝灵气的阵法。不怪诸位不识的，此乃本门的秘阵居灵阵，也就是这妖女修为不高，若是咱阳祖师亲自布置此阵，一丝灵气的不外泄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居灵阵有点意思。几位道友来访，也不通报一声。若是被这阵法误伤了，岂不是伤了和气？这也太好看了吧！怪不得那小子着了道儿。这个我是真的喜欢。丁长老，别来无恙。妖女，你性命！秦火雷，有没点新鲜的东西吗？给我轰出来！中计了，不在这里，去后山。还请道友出阵，莫要放走了此女。这阵法当真不错，要是能和灵容一起要过来就好了。道友何不随小老儿一同前往，生擒此女？本门愿以中品灵石100枚，外加清火雷1枚作为酬谢，如何呀？哎，丁长老，此女子当真是谋财害命，莫非真如巨鲸帮那位兄弟所说，是贵门少主违背承诺，欲将其炼为炉鼎，他才反击所致？纵使如此，那又如何呀？像他这种低贱出身、微末道行，能被少主当作炉鼎，乃是他的福分啊！区区贱奴，竟敢弑主，当真是死不足惜呀！既如此，想让在下出手不难，只是还需接道友一样东西。接何物啊？借你头颅一用。
被困住，一鼓作气将他拿下，还挺棘手。要不还是弄死算了，也能领赏。爷呀，岂不是暴殄天物？喂，丁长老呢？你们马上就能见到他吧。多年未见，韩兄风采更盛了。袁道友，你胆子倒是大，就不怕我和那几人是一伙的，将你劫了去？若是韩兄使出真本事，小女子还不如束手就擒算了。反正韩兄不解风情，落到你手里，总比便宜了那几个猥琐之辈强。不过，还是要感谢韩兄又一次出手相救。举手之劳罢了。多年未见，袁道友的功法精进不少。纵使今日没有韩某，你也定能逃出升天。韩兄和我客气什么？若不嫌弃，还请来寒舍一叙。那就却之不恭了。韩兄这些年可真是名扬星海，都传说虚天殿的第一秘宝虚天鼎落在了一名姓韩的结丹修士手中。观韩兄如今修为精进至斯，莫非是服用了那鼎中的补天丹？韩某若是说，这虚天鼎一直未曾打开，乱星海之中可会有人信？当真？是，韩兄说没打开，自然就是没打开。果然，越是事实，越没人相信。罢了，若是外界都认为补天丹已被我服用完毕，说不定反而对我动心思的人会少一些。袁道友，韩某想与你做一个交易。什么交易？不知你手中的万年灵乳可还有存余？韩某愿意高价收购。喏，这瓶原药一滴也没有用过，送给韩兄。万年灵乳再珍贵，总比不上救命之恩。韩兄以后直呼原妖名字即可，不必什么道友长道友短的。韩兄，坐。对了，袁姑娘的洞府倒是不错，外面的阵法也颇为有趣。除去临阵外，这里面还有几种威力不小的阵法。青阳门的阵法典籍。袁姑娘今日如此，可是有事需韩某帮忙？韩兄，难道不好奇，那青阳门为何一定要追杀小女子？无非是什么暗害少主、夺宝潜逃之说。莫非此事还另有隐情吗？韩兄是不是也觉得元瑶是个恩将仇报、以色示人的妖女？韩兄不必顾忌什么。没错，就像咱们在魁星岛出狱时一样，
当初小女子确实有过攀附强者，给自己找个靠山的想法，说出来倒让韩兄见笑。韩某与姑娘结识于微末，虽相识日短，但也能看出姑娘并非不知廉耻、自轻自贱的女人。这世间若有得选，谁又愿意委曲求全呢？况且这修仙之路本就千难万难，灵根、资质、家世还有资源，对于少数人来说唾手可得，而对于大多数人却是难如登天。只是这解禁总归是要有些代价的。多谢韩兄宽慰。没错，代价确实是有的。韩兄还请随我来。这是养魂木。是的。这便是我当年拼死进虚天殿的理由。我与严厉师姐都是孤儿，幼时又失了师父，只能相依为命，结伴修行。我们出身微末，仅凭自己，恐怕连筑基都望尘莫及，便相约出来闯荡，想寻些机遇。后来发生了一些小变故，我和师姐分道扬镳。没曾想到，多年后再遇时，她竟成了青阳门少主的师姐。后来我才发现，名为师姐，实际上是供她修炼邪功的炉鼎。我自然又惊又怒，想要询问究竟。但这时那少主主动提出，只要我答应做他的师姐，他就放过师姐。我救人心切，又鬼迷了心窍答应了下来。结果在回青阳门的路上，师姐找机会偷偷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圈套，她就是被这贼子以侍妾名目哄骗，实则做了炉鼎。此前还有其他女子受骗，已经不在人世了。等回到青阳门，就会将我们禁锢起来，我们就差至难逃了。于是我们只好冒死设下圈套，趁着他想强行纳我为妾时，暗算了此贼子。虽然最终计划成功了，但是师姐却……师姐替我挡下致命一击，收身殒命。我只能保住她的元神，但随着时间流逝，师姐的元神日渐消灭，就要离散殆尽了。怪不得这养魂木对元瑶姑娘如此重要。经过这些年养魂木的滋养，如今终于可以使用还阳术，让师姐重铸肉身。还阳术是那让元神化生、重塑肉身的禁术。不错，这些年来所需要的一切，元瑶都已经布置妥当。元姑娘，此等禁术是否能成功尚且不论，以你当下修为，一旦施展，十有八九会碎去金丹，跌回筑基，兼之真元大损，恐怕在修行上再难有寸进了。此等代价，你可晓得？元瑶晓得。韩兄刚才说的嘛，那些所谓的捷径，总归是有些代价的。元瑶啊，在这世间只有师姐了，所以哪怕有一丝能让师姐回来的机会，元瑶也想试试。是不是有点傻，让韩兄见笑了？这世间总有些事情，比什么修为啊、性命啊更重要。也许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懂了。本风本雪白发萧萧，元姑娘说了这么多，
是想让韩某出手相助吗？元瑶惭愧，只能舔着脸求韩兄帮忙，在元瑶施展还阳术期间，耽搁几日，为我们姐妹2人护法。袁姑娘不惜赔上自己的修为性命，也要救姐姐，此等心胸令人钦佩。韩某平生最不喜插手他人之事，但是这次韩某帮了。韩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你。除非遇上什么元婴老怪，不然以韩某的修为，应该都能勉强保护。袁姑娘不用担心，只管自己准备好就行。韩兄真是的，元瑶都想着是不是这次真的要以身相许了。不过，看来韩兄还真是坐怀不乱的君子，就不让你难堪了。除了万年灵乳和阵法书之外，韩兄还需要什么尽管开口。当年从七阳门那混蛋手中抢来的东西还剩下不少，反正小女子也要从筑基重修，一时半会儿也用不上。那还有什么适合提魂兽吃的金魄资材吗？啊！又是这猴子！看来韩兄还真是喜欢你。元瑶曾查阅过古籍，此地上古时期曾是战场，素有妖兽墓穴之称，是地阶妖兽大限临近时等待消亡之处。不过位置相当偏僻，罕有人知。整个施术过程大概会持续3日，这期间，一切就麻烦韩兄了。此处除了居灵阵外，没布置其他阵法掩护，万一来了强敌，我分身不暇，岂不是危险？元瑶恐怕真的还不上。袁姑娘，现在若是回头还来得及，韩某可不想看着自己的友人陨落在面前。元瑶此生本就是捡来的，能遇到师姐，能结丹，能活到现在，能遇到韩兄，已然无憾。
了。各位止步，若再往前，本座就不客气了。我只有前辈高人在此，饶命！饶命啊！我们这就告退，前辈请高抬贵手。阁下未免有些拖大了。老头是，我白母说什么也要争上一争的。还真有不信邪的，懒得废话。哎呀，大爷，白母走就是了，饶命！饶命啊！这才刚开始，就这么热闹，原来什么原因好玩？不必担心，我已派人去外海寻找了，哪怕只有1人生还，也会将他们带回来的。多谢温道友，还请温道友放过这些苦命人。你又何苦拒人于千里之外呢？温某对你的心意，想必你也清楚。这些年来秋毫无犯，待你若上宾，也应该放心了吧？温道友说笑了，小女子家仇未报，更兼寸功未立。有何面目对温兄加以辞色？停！还阳术，有意思。是那以元神重铸肉身的禁术吗？很好，很好，总算有件事能激起你的兴趣。此地竟是一处罕见的至阴之地，施术之人想必准备已久，不过正好省了我的功夫。看来温道友颇有兴致，难道这里就是你要找的地方？哼，不愧是以智计著称的紫灵门主，不错，这至阴之地确实是我要的条件之一，但是不是我要找的地方，还需要你的功法测过才知。天风、鬼雾、至阴之地，跟着温道友辗转这么久，多少也有些头绪了。只是汪家祖上传承的真阴术竟有如此功效，不惜让温兄将小女子软禁于此。如今想来，还真是造化弄人。此番若是找到，我就放你自由，如何？正好顺路，我们去看看。这次是阶段中期，越来越棘手，不过总算是清醒了。不对，什么人？原来是他！这家伙来这偏僻之地做什么？有点意思。很久没有遇到结丹修士，能与我的身世相抗了。紫灵门主稍坐，我去会会此人就回。还阳术，当真能让人起死回生吗？这位道友，在此施展着还阳术的，是你的同伴吗？六道传人温天人，当时虽和他打了照面，
但眼下有这幻星诀掩护，倒也不怕什么。这位道友请了，正是在下的一位朋友，用此术救治一位亲人，还望道友莫要干涉，在此谢过。阵旗、傀儡、灵宠，难道是韩大哥？此灵，他怎么在这儿？乱星海各个门派有名有姓的结丹修士，温某都略知一二。阁下确实面生的很，难不成是个散修？我观道友本事不差，尤其是神识颇为惊人。我给你和你的同伴一个提议：加入我逆星盟，温某必有重用。身上背着虚天鼎这档事，别说正魔两道，就连星宫都不会放过我。但凡现身，只有死路一条。这位散修，你眼前的可是6道极盛的传人，乱星海元婴以下名副其实的第一人。想清楚再说话，不要枉自丢了性命。他在提醒我，有心了。韩大哥，一定千万小心，此人实力之强，当真是元婴之下所仅见。原来是逆星盟少主大驾光临，失敬失敬。阁下的盛情在下心里，只是平日里闲散惯了，不像那妙音门能与星宫和逆星盟同时交好，远非常人所能及。区区无名散修，本小姐好意提醒，却是自讨没趣了。温道友，此人当真无礼，招到麾下也是无趣。我们走吧。紫灵门主平日里清冷无比，不苟言笑，怎的今日却如此心绪不宁啊？这位道友，我们当真没见过，为何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似曾相识的气息？是错觉吗？哎，算了。等一下。道友，温某还是不太习惯被人拒绝，给你2个选择，要么加入我逆星盟，要么就死在这儿吧。给过你机会了，这是你自找的。在下实在无意加入贵盟，但也不想就此身死，倒是另有一个提议。哦，所谓元婴以下第一人，说到底也不过是个结丹修士罢了。不如温少主的性命就交与在下，如何？我就知道今天一定有架打。
公子说了，他要亲手斩杀子良。你们此时出手，是想让他蒙羞吗？还不赶紧收手，莫要犯了公子的雅兴。紫菱门主说的对，你们躲远点，待我斩了他，再上路。门主也小心，别离得太近了，受了池鱼之殃。韩前辈，紫菱已将此人护卫之走，若是勉强，还是早些离去吧。跟我比法宝！来呀！你这剑练得不错，还挺唬人的。就是杀伤力太差，过不了我的紫云幡。灵虫古堡，你身上宝贝还真不少，可惜不够顶级。此人去世的竟然是公认最难练的非真法宝，没办法，看来只能用那东西了。清明真符宝，哼，原来是你！看来那时结丹初期的修为也是哄骗于我。敢伤我本命法宝！当时就该杀了你，不过现在也不晚。这黑气，这是什么功法？你们这些散修，无非就是一群不入流的货色罢了。靠着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才侥幸筑基结丹，真以为自己也配踏上修仙之途，叩问苍生了？让我看看你最强的攻击是否能打破我这紫云幡的防御！废话真多。这都不死啊！你怎么还会倾倒失传已久的功法？不过刚才就是你最后的机会了，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秘法吧！
控制我的阵法。还差于火候。攻防一体要是配合起来，就难对付了，必须分而击之。倒有强行催动此等逆天功法，消耗不小啊！小心本源耗光啊！笑话！乱星海第一魔功的精妙，岂是你能揣测的？不要再拖延时间了，现在套话也没用。温某平生最恨骗子，不管你师承何处，今日都难逃一死。好，好，好！哼！怎么？混天人去哪儿了？刚才刺入的一瞬间似乎换了位置，不过至少灭掉了那个专司治疗的。接下来，
道友强行发动此术，损耗不小吧？小心本源耗光！哈哈哈哈！哼，真是睚眦必报。惊雷主做的，24把，24把才哪到哪？不过对付你足够了。慢着，你我二人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何必在此拼个你死我活？不如就此罢手。你若愿意归顺，我可以将你引荐给师尊。若是轻易居士的传人加入，也不算辱没了我逆星盟。说这些太晚了，解剑吧。别得意！我若执意要走，你留不下我。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一代星宫之主的八门金光镜，韩大哥，快逃！修、生、伤、住、景、死、
清。开！这是什么？我会被吸入镜中了。这里便是你的葬身之地。死阵的奥秘不在于这些镜子反射的光线，看来破阵的关键也在于此。看来是对了，如果如此伟大，这真是结丹技能催动的法宝。算你机灵，不过这才是第一关。哈哈哈哈哈！这些我曾经的敌人都打一遍，8个人，还有元婴期和化形鸟兽，这一定都是幻觉。从没听说过什么秘宝能有此等威能。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杀了你！韩大哥和那恶人已经消失了数个时辰，到底发生了什么？紫菱门主，少主如何了？为何没有动静？不行，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让韩大哥分心。别过来！此处正是温公子一直在找的遗迹。你们若是贸然闯破了温公子的布置，那可是坏了他的大事。属下不敢，在此候着便是。哼，贱人！等此间事毕，你也就彻底没用。你等着吧。韩大哥的同伴在施展还阳术，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韩大哥，你怎么还不出来？一定要平安无事。原来这景清的解法是战胜关翔的对手，
但并未规定观想对手的强弱。若不是此前恰巧度过了红尘劫，又在极妙幻境有一番遭遇，还真是容易着了道。接下来，希望是生门了。不同的镜子亮起会有不同效果，是无序的吗？还是有什么规律？你运气倒是不错。又来。这东西还会无限制的变大、变快。原来如此，做这镜子的家伙还真是充满了恶意啊！哼，离得越远，物体放得越大。之灵还真是虚有其表，虽说还保有一分孩童心性，但这么阴险的陷阱，还是回去了好。斗了这么久，剩下的只有意志力的比拼了。哦，这一下没见过，会不会有法宝现世啊？我们走吧，哥哥。哎，别走，没见过，多看两眼。别看了，我们走吧。别走，你干啥呀？从没见过这么大阵仗，肯定有大宝贝要出世了。怎么哪儿都有看热闹的？难不成还真当成秘宝现世了？好强的法力波动！韩大哥，已经6次了，怎么没完没了的？出来，就耗死你，灭了你！寻常解丹修士，在这经验之中不到1时3刻必定炼化成灰，怎么你这厮还在？看你还能撑到几时？当真难熬，若不尽早出去，怕是要生生被炼死在这里。听闻数千年前，天境散人凭此镜，独自灭杀了当时的星宫之主。怎么到了你手里，变得如此绵软无力？依我看，也就是个拙劣的仿制品罢了。仿制品？用仿制品杀你这个骗子不正合适吗？少废话！这文天人还真有些本事，先是召唤驱魔，又是长时间驱使如此霸道的法宝复制品，但想必也是不好受的。眼下正是比拼修为深厚和法力高深的时刻，若此前没有换的这些灵液，我恐怕已入死局。紫灵门主，不要管这里，速去带着那些仆妇们，把此间施展还阳术的那人揪出来。我就不信他不就范。温道友，此地与还阳术阴气已然气机牵引，停不下来了。若是强行中断联系，恐怕这一击当场就要崩溃。难道此阵只能靠丹药和修为硬扛？不对，当年星宫之主尚且殒命于此，他的修为可比我深厚多了，不能坐以待毙，一定要找到解法。现在只剩生死两门了，生死。等等，好像在哪儿？该你了，快点下呀！想什么呢？
掌柜的，我说你从早下到晚，一次都没赢过，这怎么还越下越上瘾了？哎呀，人家何先生好不容易下山一趟，我想听他讲道法。哎呀，给我讲讲道法。喂，你行啊，你行你下。我下就我下，这有什么难的？哼。妙哉，妙哉呀！哎呀，小龙啊，我看你有些下棋的天赋，不如别修行了，跟老夫学下棋吧。不要，我想跟你学法术，学法术。好，那等下完这盘棋，老夫就教你几手。啊，这棋阵之中皆有天道，吉凶中平，自有其意。就好比啊，你这随手落子，看似走向死路，但也给剩余的黑子留下了一丝生机。是吗？这么厉害？那以后先学法术。死入生机，死生修生伤度静死静开。原来每面镜子背面的符号都与法诀一一对应，八门反复皆如此，生在生息，死在死，原来如此。只有一种可能，这两面镜子互为表里，所谓祸福相依，置之死地而后生，生门之中必有凶险，出口就在死门之中。希望我赌对了。
条轮转。师姐，您看，韩兄也在为我们奋战呢。再坚持一下，就要成功了。你败了。你若是杀了我，自有无数人会为我殉葬，尤其是妙音门那些贱人们。威胁言语还是少说为妙，不然我一个不高兴，将你大卸八块也说不定。此时不动手，只不过是想问你，这海底遗迹究竟是什么？你为何要找它？不过是进入地狱的入口罢了。你若是想知道，你自己去看看呢。那是什么？是眼睛。死到临头，我劝你不要再使诈了。这是你也看见了？不好，那是鬼物！快跑！不想死就快跑！第四灵都动不了，要不是修过罗云骨，我这结丹修士差点被摔死。可恶，明明就差一点儿了。他在破坏这遗迹，这是什么力量？难道是传说中的化神境界？这是在哪里？哥哥，哥哥。糟了，法力，楚代也打不开。
哥哥，你也是从那岛上掉下来的吗？算是吧。话说，姑娘，你是不是该起来了？抱歉，给你添麻烦了。姑娘无需多礼。看来你也不知我们身在何处，何不出去走走？也好私下打听一番。黑雾泛起，法力消失，蒙住巨大的眼睛。还有这诡异之地，这难道就是鬼屋内部？没想到竟然有这样广大的空间，而且在散场时，靠法力驱使的一切都没有任何反应，怎么回事？这位道友，你也……干什么？快，抓紧速度，趁那些家伙还没来。今天真是大丰收啊！他们在抓鱼，凡人吗？魂兽来了，快撤！快走，走！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若是不想沦为他们的午餐，就先少说两句。火光，是刚才那些人吗？看上去像是在招呼我们过去。喊！阁下是外来人吧？哼，两位是外面来的，怎么称呼啊？我叫梅宁，是岁寒岛散修。哦，梅宁。在下姓韩。你们两个一路上还有见过其他人吗？见过，先前有几人被妖兽追赶，往那边跑了。那应该就是阿虎他们，没事就好，撤到外头再接应他们吧。刚才动静不小，此地不宜久留。这里是阴冥之地。不管你在外面是什么身份，在这里都不好用。即使是修仙者也一样，想活下去，就跟我走。
阴冥之地，外来人，这里不是乱星海。天启，老朽觉得还是得等等他们。大长老不必再说了，此前约法3章，村里你说了算，在外头我说了算。兄弟们，我们走。二位，请跟紧了，此地凶险，切莫落了队伍。家伙来了，快跑！看那里！老大，老大，小阿虎他们回来了，快！慢！怎么把这东西搞出来了？这就是他们口中的那家伙，看上去也就是低级妖兽实力，可惜用不了法力，只能跑了。救救兽来了，快！快关城门！大长老他们还在外头呢，来不及了，准备射击！快跑！相信我，跑到村子就能活。兄弟，身手不凡呐，多谢刚刚出手相助。举手之劳，何足挂齿。这些人竟能将这些巨蟒如此轻松地统治出去，显然内力了得。可惜终究是肉体凡胎，毫无法力波动。大爷的！我们上！
事才真是惊险万分呐！老朽姓周，是此村长老，暂理村庄各项事务。老朽没看错的话，二位应当都是修仙者，是被鬼物卷入，才来到这阴冥之地的吧？敢问这阴冥之地有何说法？实不相瞒，老朽被吸进鬼物前，也是一名筑基期修士啊。来到这里的修仙者并不少见，二位想必已经发现了，在这阴冥之地，法力神识是全数用不了了，储物袋、灵兽袋统统打不开，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便是凡人的武技和二位刚才所见的阴冥之力。阴冥之力，不错，你们看那边，那便是阴冥兽经。修士可以借助此外物布置一些小型的法阵，刚才便多亏了他的帮助，可惜用上几次就会消耗殆尽，成不了气候。此事已了结，二位不如随老朽进去瞧瞧，咱们慢慢说。请。道友来时想必也看见了，这阴冥之地几乎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只有非常稀少的地界才能种植食物果腹。大长老，盘踞此地的阴冥兽身负剧毒，虽杀之不尽，却也无法作为食物。方才的阵法师，不管在原来的世界是贩夫走卒还是逍遥神仙，在这里一样都是普通人，需各凭本事讨生活。眼下法力全无，留在此地总不是办法。灵虫和虫子也不能一直待在岱主，当务之急还是先找到出去的方法。梅姑娘，可是有事？鬼物来袭时，我和哥哥是一起被吸进来的。可再睁眼时，哥哥就不见了。也许你兄长被传送到了其他地方，一会儿去打听下，应该还有其他村落。走吧。坐，不必拘谨，一会儿人就到齐了。各位长老，这是从角征兽的颅内取出来的阴冥兽精。这是？难道这阴冥兽精与那些傀儡中的是同一种？天机，这次你功劳最大，战利品可多分些。正式介绍一下。韩兄弟和梅姑娘两位也是修仙者，乃是从这次绝灵之气的空间裂缝而来。修仙者看起来还挺年轻啊，炼气还是筑基啊？韩某微末道行，不足挂齿。那就好，别学人装英雄强出头。大长老，村里没什么余粮了，我看这两人弱不禁风的，一下子又多了2张嘴吃饭，咱们可养不起闲人呢。什么？诸位，韩某与梅姑娘初来贵宝地，还未决定是否留下。怎么还摆修仙者的架子呢？正好，那就别留了，赶紧上路吧，省得迟
吃不了兜着走。天机休要造次，老夫断做不出让两位道友自生自灭这种事。他是个粗人，两位道友莫怪。不过关于是否留下，还请二位慎重考虑。本村虽不大，却也是个安全之所。多谢周长老盛情，不过韩某尚有一事未明，正待请教。这阴冥之地可有回到原本世界的方法？别布置好了！你以为此地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实话告诉你，这犬入的阴冥之地，哪怕是结丹元婴修士，也是来得去不得。何况你们放肆！韩道友，你觉得我们这些修仙者为何一直滞留在此，天天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若是能离开，我们早就走了。只有在座的和你我一样，被那鬼物吸入，万幸活下来，才逃到这村里。要知道，我们的人生也同样在外面呀。不是有个地方可以通向外面，为何不告诉他？谈何容易呀！你忘了这几把空椅子是怎么来的？他们都想着能离开这里，却一个都没有回来。不试试怎么知道？韩道友，你想听吗？愿闻其详。也罢，先让道友打消这念头也好。距此数百里，有一个名叫暴风山的地方，那是整个阴冥之地的最高之处。唯有在那里，等待绝灵之气带来下一次空间裂缝的开启，才有离开这里的一线生机。可惜那里阴兽盘踞，妖风肆虐，如今我们法力尽失，别说攀爬，就是靠近都是九死一生啊！听起来确实凶险无比。长老的意思，韩某明白了。既如此，在下就在贵宝地多叨扰几日，再做打算。梅姑娘，意下如何？全凭韩兄做主。这几人态度不一，似乎其中另有隐情。不过这暴风山是肯定要去了，做好万全准备吧。韩兄，你也感觉到了？他们似乎很希望我们留下来，所以万事小心。两位客人，我奉大长老之命，带二位前往住处。你们二位是新人嘛，所以前3天的食宿是免费的，但之后就要靠承担任务赚取才行，否则就会被赶出村子的。好，劳烦带路吧。走。这就是二位的房间了。这怎么只有一张床？没有别的屋子了，这还是之前有人死掉空出来的。要是不习惯，明日自己伐木打张床吧。无妨。梅姑娘睡床上，我不需要睡，打坐冥想即可。你们这些外来人啊，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那你们有什么需要，再叫我便是。哎，对了，屋里有衣服，记得换上啊！你们穿成这样太扎眼了。梅姑娘，梅姑娘在此稍歇，我先去村子其他地方转转。
阴冥之力，从未听过此等功法，还有那晶石，太可疑了。这些阵法本身结构并不复杂，但发动条件似乎颇有说法。道友，看出什么奥妙了？原来是这位道友，适才受教了。区区小事，无需客气。在下姓骆，道友叫我老骆便是。哎呀，可惜啊，咱们在外面呼风唤雨，上天遁地，在这里却要与凡人为伍，朝不保夕。恐怕这世间最恶毒的玩笑也不过如此啊！道友认为，这阴冥之地究竟是个什么地方？从名字上看，或许与阴气、逝者有关，但韩某觉得，似乎更像是结界阵法之间的特异空间。哎，道友看来见识不少啊。不过，还有一种说法，这里是传说中的巨兽罗侯的腹中，就是那个可以吞噬日月，并能瞬间穿梭空间的庞然巨物。相传，他生性喜欢潜匿海底深处，并且很长一段时间才出来进食。罗侯，巨兽，怎么可能有如此骇人的巨兽？老夫当初也是这个反应，但仔细一想，也不无道理。若真是空间裂缝敞开，也应该是在外界某个固定的点上。可实际上，每次阴冥之地与外界相连通时，进来的人都来自天地各方。例如老夫，就是来自一个名叫大晋的地方。哦，大晋，大晋皇朝。道友知道大晋皇朝？难道也是我大晋人士？啊，不，在下是乱星海一介散修。此等人族修炼圣地，早有耳闻。哦，大晋皇朝人人皆为修士，令人心驰神往。是啊，可惜喽。道友既然出自大晋，想必应该不甘心就在此地终老。为何不去登顶那暴风山？难道真的难以逾越吗？数十载之前，建立此村庄的一位元婴期前辈，曾经组织过我等共同前往探索，但一番周折后，只能无功而返，还损了不少人手。那是座被黑暗笼罩、危机四伏的山峰，老夫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元婴修士都无可奈何。后来这位前辈呢？受伤过重，加之心灰意冷，回来后没多久就先去了。话说元婴又如何？那些天才异宝、功法心得，在外头自然珍贵异常，可在这里，又有什么用？骆道友也不必如此灰心。既然能来得，自然能去得。道友这份乐观，倒是让老夫想起那位前辈。道友还未结婴吧？那位前辈在前面的仓库里留了些东西，道友若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只是一定要看到最后。哎呀，至于出去，老夫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啊。说到底啊，求飞升，问长生，不过是婴儿体乳，鸡兽觅食，皆是人欲所累呀，还不如在此静静罢了。
这些，似乎都是此前困在这里的修士所留，筑基、结丹，甚至是元婴修士的修炼心得。早言历史，书以传世，虽然原始，但确实在这武林之地能找到的最好办法了。这就是洛老口中那位元婴修士留下的技术。这是他突破元婴的心得，没想到在此地还有如此收获。原本以为有了九曲灵神以及大眼诀的辅助，凝结元婴应该万无一失，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忌讳之处。尤其是这最后的心魔，这是结阴成败最关键的一环。他究竟经历了什么，竟将这心魔说得如此可怕？这番感悟只能留在这无法修行的绝灵之地。想必这位前辈心中也是无比苦闷，绝不能与他落到同样境地。等一下，这是什么？似乎是人为的涂抹。这是那位前辈的自述。阴冥之地第1年福运，我的法力，我的法宝，我的灵宠，这该死的鬼地方！阴冥之地第2年仲春，我们终于在一条河边找到了栖身之地。可人真的能在这种鬼地方活下去吗？阴冥之地第5年木象，此地的阴兽竟然会孕育出名为兽精的材料，我们可以操控其中少许的阴冥之力，这意味着多了一种对抗阴兽的方式。有了这东西，我们就能活下去了。他提醒我，还是一名修仙者。阴冥之地第15年，我终于找到了那座暴风之山，是通往外界的唯一出口。只要爬上去，只要爬上去。阴冥之地第32年，可恶，可恶，可恶！这该死的黑色的山！阴冥之地第40年，我就知道，只要有足够多的晶石，登上山顶只是时间问题。时间，没错，我还有时间，时间就是一切。我看见了，阴冥之地第42年，都死了。为什么？明明差一点就成功了，就这么死了？废物！必须再制作一批晶石。首先，我得找一些修士。阴冥之地，不知道多少年了，我时日无多了。若是有人读到这里，多半也会去尝试爬那山吧。去吧！去死吧！那山有眼睛。最后竟然愈发癫狂，好似失了神智一般。
我想去寻你，可外面凶险万分。是你，深夜至此，有何贵干？梅姑娘，怎么就你一个人在？难不成那小白脸把你扔下了？可恶，他果然发现了什么！快跟我走，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有什么事可以明天再说。叶以琛，请回吧。梅姑娘，你听我说，你是我带过来的，我不能见死不救，这里很不好。快走，入夜就来不及了。你们这些修仙者，还我好心救你！韩兄小心！阁下所言，此地不好，是指什么？你是何时回来的？我怎么没听见动静？看来阁下对自己的武功很自信啊！自以为是的家伙，少打！动手吧，反正杀了我，你们也活不下去。得罪了，阁下今日数次试图提醒我们，还不惜亲自露面要带梅姑娘走，难道是与那仓库石碑上记载之事有关？算了，算老子认罪。修仙者果然都是些深藏不露的怪物。不过，你们要是不想死得不明不白，就趁早走吧。这个拿去。若是遇到寻常怪物，可以使其主动避退；但若是遇到厉害的，哼，就自求多福吧。多谢韩兄出手相助。梅姑娘受惊了，此人应该没有什么恶意，反倒是此地诸多可疑。我想好了，韩兄，你若是要离开这里，可否带上我一起？梅姑娘也听见了，那暴风山凶险异常，在下也没有完全把握。梅姑娘不必与我一起以身犯险。若是我能让你在短时间内恢复一点法力呢？那可太好了。韩兄可知同欲凤髓之身吗？愿闻其详。此体质可以通过秘术将通灵之气传渡给别人。通灵之气被誉为7大精粹灵气之一，绝非此地可以马上禁锢的。当然，时间一长，这股通灵之气会自行散去，但足够韩兄在短时间内恢复灵力使用了。若是真能恢复些许法力，便能打开灵兽袋和储物袋，带上贴魂和一些克制阴兽的宝物，或许真的能邪恶。此等灵气之珍贵，韩某自是心得。梅姑娘有何条件，不妨说说看。梅宁希望韩兄能助我找到兄长，我们一同回去。3个月，3个月内，在下可配合梅姑娘尽力寻找灵修。若是过了时间仍未找到，你我就必须马上离开此地。那就拜托韩兄了。那通灵之气你何时需要？现在。
这阴冥之地危险重重，早些恢复法力，应付意外的手段也会更多些。韩某该如何行事，还请梅姑娘告知。如何行事？韩兄，这通灵之气只在肺腑之间，若要将灵气传给韩兄，只能通过什么？啊？这……肺腑之间，姑娘原来说的是这个意思。明白了。那……得罪了。等一下，我还没准备好。梅姑娘，时间紧迫，此事原为不得已而为之，离了此地，断不会有第三人知晓。梅姑娘，得罪了。使用法力了。打开储物袋足够了，但想施展法术却是不够的。能调动的只有这么多吗？你还想要？韩兄，我一直没有问你，你是筑基期修士吗？当然不是，在下许久之前就已结丹。结丹修士。梅姑娘，辛苦你将这些兽皮简单处理一下，储存之后抵御阴风用得上。我得趁法力尚未消散之际，出去办些事再回来。这水……哦，这叫沉水，附带一些阴火之力。我们呀，把武器在里面浸泡一下，杀阴冥兽的时候更好使一些。走吧。接下来多半要和阴兽厮杀，此水大有用处，还是带上些为好。那是周长老。这么晚了，他一个人来这里做什么？来了，哼！别以为你那些小动作能够瞒过老夫。先前你主动招惹那2人，还指引他们去看那老鬼留下的东西，意欲何为啊？你
你心中有鬼，自然看什么都有鬼。老夫不过是与那后生聊聊家常，以解思乡之苦。思乡之苦，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放不下那些愚蠢的念头。是啊，愚蠢。那位前辈元婴修为尚且失败了，更何况是你我呀？知道就好。再过段时间，我们便炮制这两人，将他们尸骨喂给阴兽，想必又能滋养出不少兽精。如此一来，这村子又可以安定几年了。晚了，他们今晚就会离开。我已让丰天吉去通知他们了。你不想活了？是啊，我本来也大限将至，为了所谓的活着，我们手上沾染了太多的血了。事到如今，却想当个好人了。自从那位前辈发现那个法子之后，每年我们都靠这个法子活着，总比让那些凡人村民跟野兽厮杀的好。没有他们的死，哪来的晶石？哪来的防御阵法？哪来的这个村子？我们注定是无法离开这里的。为了那点虚无缥缈的希望，就要害全村人都去死，他们的命就不是命吗？说到底，还是为了你自己苟活呀。这样的活法，你还没受够吗？真是遗憾呐！当年我们就是对那位前辈这样动的手，当然是报应不爽。老友，有我的尸体就好了，别动那两个年轻人。你都要死了，还管那么多做什么？这鬼地方，真是疯！梅道友，我们准备出发。啊，怎么突然如此着急？这里非常凶险，天亮就来不及了。二位整装待发，看来是执意要离开这里了。大长老能收留我二人在此歇息，韩某感激万分。不过韩某此前已答应了梅姑娘，得带她去寻亲。二位无需担心，如今这村里啊，正是用人之际。二位若留下，老朽愿发动全村之力，协助梅姑娘寻亲。二位意下如何？大长老，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们已然决定，还望理解。真是可惜呀，眼睁睁地看着二位前去送死，老朽不忍呐。不如二位有何遗愿，让老朽代为完成，如何？大长老，此话何意？你们要去暴风山，与送死无异啊！不如将性命交于老朽，发挥余热，岂不是皆大欢喜？
大长老，你我之间并无仇怨，放我们就此离去，或许对彼此都好。两位得罪了。这是不装了。得罪了。快躲起来！齐战！真麻烦，那家伙怎么这么慢？韩前辈，小心！总算来了。召集人手耽搁了点时间。洛老哪儿去了？大长老是不是该给个解释？老鬼倒是养了条好狗。还不快回来！这晶体究竟是什么东西？那都是阴兽体内挖出来的。阴兽吃了修行者的血肉，其中残余法力就会形成这样的结晶。原来是这么回事。他来了。老夫很好奇，阴兽吃掉你们的尸体后出现的结晶是什么颜色？晶石攻防一体，不好对付。不过究竟没有灵力持续攻击，用多了运转之间不免会有些延迟，那便是翻盘的机会了。分头行动，引开他！回防马射！赵美丽，你可得快点儿！老东西，你爷爷在这儿啊！
们都不肯放弃，为什么一定要走？明明谁也出不去的，这该死的地方，我们谁也无法离开。所以，死在这的修仙者都会被喂给阴兽，而产出的阴冥兽精，则用来维持这个村庄。讽刺吧，这可能是那些不可一世的修仙者这辈子都没想到过的乐。不管是元婴大能，还是炼气修士，是正人君子，又或是极恶魔头，到头来，在这里这些本就不重要，唯有死在这儿，或者走出去而已。你们真的要走？其实，留下来尝试当个凡人，也许会活得更久些。说来，你也许不信，我也曾是个凡人。沿着这条阴冥之河走到尽头，便可看见暴风山。在登山前，你们可以在山脚下的红土村落脚，那里将会是你们登山前的最后一站。祝你们好运。这是洛老的生前之物，他嘱咐过，要将此物交给有机会闯过暴风山的修仙者。他救过我们很多人的命，你就收下吧。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每日都说服自己放下，其实还是放不下。此物名为降灵符，乃是大晋华云州天福门的镇派之宝。纵使是个微不足道的末流宗门，身为掌门，也不想让道统断绝，便托付于道友罢。若是道友能离了此地，还请帮老夫将此物带出去，也算是了了老夫一桩心愿。若是道友也出不去，那便再留给后来人吧。村子里的那些人会怎么样？他们没了那阵法，能行吗？在这些修仙者到来之前，他们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毕竟凡人最为擅长的就是坚强的活着。
幸亏带了他，还真是这等邪物的天然克星。这2个月来，路上遇到的阴兽魂魄几乎都被他给吃了，阴冥兽精也收集了不少。诸位，近2个月来可有遇到什么外来人？个把月前确实有几个，但是我们找到他们的时候，已经被阴冥兽所害了。我们只来得及抢回他们的遗物，这其中可有2位的同伴？唉，还真是可惜了。他们身上的衣物，我们放在村中的仓库了。2位要去看一眼吗？有劳了。抢！过了一劫，好像有些皮外伤。是，万幸。这段时间也顺路寻找了，都没有结果。不知道元瑶道友还有子灵怎么样了？按当时的情形，他们应该也是落在了这地界。这是梅姑娘，姐。还是让他自己待一会儿这位恩公，也是来登这暴风山的吗？可使不得呀！这山上有凛冽的阴风，再往上还有强大阴兽盘踞。这一不小心丢了性命不说，若是运气差的，连尸骨都留不下呀！就真的从来都没有人成功过吗？俺活了40多年了，也没见过。哎。哦，对了，前几日也有2个外来人，一男一女，也是冲着暴风山来的。若是你们脚程快，兴许能赶上搭个伴儿，也好有个照应。一男一女。
韩前辈，梅宁的心愿已了，咱们走吧。阴兽惊魂之后，提魂境有了此等能力，他难道还是变异灵兽？怪不得连元婴期都无法登顶，这一路上强大的阴兽越来越多。幸亏有提魂和这几件法宝。先在此处休息一阵，再继续前行吧。韩前辈，都怪梅宁学艺不精，拖累了前辈。梅姑娘无需多虑，韩某答应带你出去，断无中途抛下，自行离去之理。若我观察的没错，我们应该很快就能离开这片灰雾了。紫林门主，可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竟然没摔死，你就安心的去吧。强。
尊处优等，还会这些凡人武艺？尊处优，笑话！我可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是又不是呢？知道那海底遗迹的秘密，等我们出去，我全都告诉你。多说无益。小心思毫无意义，若非你体质与为师契合，可助为师修炼。当年灭你宗族之时，断不会留下你。好不容易找到那地方，还没能杀了你，为我全族报仇，怎么可以死在这儿？你这老东西！杀我全家，还要夺我神魂！跟我一起死吧！石心疯了吗？我还有血海深仇为报，我不能死在这。这样你就得不到我的尸体了。我会在地狱嘲笑你的师父。害了妙音门这么多人，这是你应得的。诺温四象盘龙带算是一件有名的宝物，他便是穿着此腰带，还有他这内甲，才能一路无事的攀爬至此的。韩兄应该能用得到。眼下这种环境，备手越多，咱们出去的机会就越大。韩前辈，这位仙子是？他是妙音门紫灵门主，是我的旧友。这位是梅宁小友，此前也流落在此地。
妙音门紫菱门主，乱星海第一美女。久仰久仰。梅姑娘不必客气，既然是韩兄的朋友，就是紫菱的朋友。紫菱姑娘，这段时间，你一直与这位六道传人一起行动，也就是半个月之前的事。此地没有灵气，无法施法。幸好我传送到的位置较为安全，才不至于落入阴兽腹中。此番前来暴风山，没想到先遇见了他。此人需我助他探索海底遗迹，故而暂未加害。不过多亏有韩兄在，才让紫菱有机会杀了他，为大家报仇。原来如此，此人也是罪有应得。不过此地也不安全，越往山上走，阴兽越难对付。我们还是尽快出发吧。装不下了。这几日还真是有惊无险，多亏了这个小家伙。还是韩兄有本事，怎的将他从元瑶姐姐手里拐了来？韩某其实强取豪夺之辈，自然是换过来的。看来，当时虚天殿一别之后，就有不少故事了。也不知道袁姑娘如何了。此前一路上暗中打听，也没有音信。若是还阳术尚未完成就被强行中断，恐怕万事不孝，说不定已经……不过，紫菱姐姐，韩前辈。从刚才起，阴兽的数量好像就变少了呢。距离峰顶还有一段路，我们得加快速度了。随时都有可能消散。可恶，看来还不想让我们走啊！两位还请放行了，走。
啷个样了？没事吗？这花杨树果然霸道，我历经那一岁，再无修补可能，付出啷个大代价，本想让世界彻底复生，却没成想遇上这鬼物。到这术法只完成了一半，虽说眼下世界精魄淋湿了不少，但重出肉身却再无希望。都怪鸳鸯学艺不精。师妹，你千万莫恁个说，都怪师姐被那个人说起。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此地的阴冥之气甚是浓郁，是修炼那阴阳轮回诀的绝佳之处。说不定我们的修为能不减反增嘞。使不得啊！那功法虽强，却是邪异无比。师妹可知，为何那青瑶门宁可将之封存，也不曾修炼？因为一旦有所成就，修炼之人会永远困于魂修之上，不入轮回。不入轮回又如何？我们好不容易把你救回来，好不容易找到了活下去的办法，鸳鸯，有啷个会放弃世界？瑶妹说的对，如果我不在乎自己，又啷个奢望命运的眷顾呢？以后无论是刀山火海，亦或是万劫不复，我都会陪到你走到最后。韩兄啊，韩兄，你为我们延续的这条命，鸳鸯一定会好好珍惜。不过在此地修炼魂修功法，可是事半功倍。说这次我能活下来，希望还有重逢之日。好了，总算离开那鬼地方了，想来那鬼物也不会蔓延到此处。韩兄，这遁术也太霸道了，子菱好几次都差点忘记呼吸了。紫菱姐姐说的是，真是多亏韩前辈了。这是什么地方？太平静了。这里难道是……我可能有些头绪，不妨先试着往南飞行一段，等找到陆地的踪迹再做判断。不知二位意下如何？解弹期的遁术原来可以这么快！这种轻松的感觉还真是久违了呀。
内心还有这么大的岛屿吗？这可不是岛，是大陆。韩兄可是有头绪了？看来我推测的没有错，我们飞过的海域就是无边海。无边海？从未听过，是什么地方？无边海，顾名思义，就是无边无尽之海，位于天南大陆的最北端。天南大陆。走吧，前面似乎有个城镇，先去看看。天南，终于回来了。离开这里快200年了，只怕已经是物是人非了。所以说，这里是乱星海之外的另一条。包子，谢谢老板。居然连语言都不一样。自然，这里是天南大陆的最北端，西国。再往南走，经过数个国家，就到我出身的虚国。韩兄，原来不是乱星海人士。实不相瞒，韩某当初也是无意中去到了乱星海。韩兄此次重返故土，可谓是衣锦还乡。莫不是还有很多故人要去会见一番？何来的衣锦还乡？当初也是形势所迫，才被进行。而如今过去了那么多年，不提也罢。韩兄，此地门庭若市，其间滋味定然颇有妙处。我们2个小女子，人生地不熟的。你可得好好尽点地主之谊啊！那是自然，好不容易回到俗世之中，总是要一尝口舌之欲的。眼下你们言语不通，不妨先进去坐下，我去帮你们置办些东西。没想到这风日城附近还有修仙方式，倒是挺像当年的太南小会。只是如今天南的格局已经殊为不同，被魔道6宗、正道盟、天道盟、9国盟4大势力把持寡占。正道盟与魔道6宗针锋相对，纷争不断。其他11个小国联合起来成立了天道盟，加以制衡，3家成鼎足之势。而大陆南方还有9国盟盘踞，只是近年来时常被木兰草原部落侵犯，9国盟不堪其扰，向3大势力求援。3者虽不情愿，但唇亡齿寒，也只得轮流派出人手支援。如此内外制衡之下，反倒让如今的天南处于相对均势。一个吧，哎，你再仔细瞧瞧。哎，别走啊，我得便宜点儿。眼下所处的西国，正是天道盟的一员，位于大陆北端。暂时一时半会儿还波及不到这里，也算是万幸了。唉，最近依靠丹药增进修为，似乎遇到了瓶颈。尽快寻一处灵气充沛之地，准备接应吧。看，哎，你看，云梦三宗又要开山选拔弟子。哎呀，可惜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怎么能被看得上？这云梦3宗倒是实诚，9
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在距离凡人城镇这么近的地方招募弟子，对修仙之事仙凡之别丝毫不加遮掩。这云梦山灵气充沛，是个好去处，不如就选这里吧。古剑门只招剑修，百巧院专注炼气，落云宗擅长炼丹，倒都挺适合我的。这是。是啊，上怎么样？是啊，干什么呢？我百巧院以炼制法器之道闻名天南，门中更是不乏各属性流派功法。得以2位仙子天资，若是加入百巧院，那岂不是一桩美事？莫非2位是有什么顾虑？紫菱姐姐，她刚刚是在问我们什么？她似乎是想招纳我们。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静观其变，等韩兄回来，万一他要用强，我也会设法带你一起离开。不说话。不良于言，那真是身残志坚呐！老朽佩服之至，2位莫慌，老朽呢也是真心实意想招揽2位。要不这样，2位仙子先随老朽回宗门，再细细商讨如何呀？副长老还真是老不休，竟然在此唐突佳人。不愧是落云宗几百年难遇的天才。宋仙子这通明灵犀的神通，真是越发厉害。老夫啊，我看你是老宅子着火，动了凡心了。不过可惜啊，这2位仙子未必能看得上你这把老骨头。你可姓白的！你就要逞口舌之力，那我百巧院也是有青年才俊的。不是老光棍就是失心疯，哪来的青年才俊？既然人都到齐了，还是抓紧办正事吧。事成之后，我还得早些回去练剑呢。那便走吧。韦道友，还请考虑一下我百巧院，随时欢迎2位到访，届时报上老朽的名号就行了。老傅啊，你又欠了我一次。要不是我们及时出手，你的命也就交代在这儿。那人的神识格外强大，且隐藏得十分高明。若非通明灵犀感知到一丝杀气，还发现不了他，恐怕是一位元婴强者。老夫确实草率了。唉，本来只是想试探一下那2个生面孔。今日来西国境内，来了太多外来人了。眼下各方势力都蠢蠢欲动，木兰和九国盟那边也不太平。听闻除了第3部之外，第2部还有第4部，也都准备挥军参战。若真是如此，恐怕天南又要乱起来了。
如今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乱星海。若想在此落脚，得先把这里的语言学会。你们没事就好。韩前辈，你终于回来了。韩某担心横生事端，故而适才只是威慑，并未先行出手。韩兄这般迅速返回，想来是有计划了。实不相瞒，韩某修为已达结丹后期，是时候找一处地方闭关，为凝结元婴做准备了。不过同行一场，韩某在离开前会助2位姑娘安顿下来，尽快适应此地语言风土，以免再遇到适才这般尴尬。祝贺韩兄厚积薄发，此番必能得偿所愿，进阶元婴。子陵近日也侥幸进阶结丹中期，打算找一处洞府稳固境界。梅宁姑娘呢？我资质愚钝，修为也只有筑基中期，结丹希望渺茫。哥哥又不在了，不如找个高阶修士依附了便是。妹妹，万万不可！万一碰上心术阴毒之人，害了你也不无可能。实不相瞒，此前我也失去了至亲之人，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更坚强地活下去，即使是为了他们。这世间苦命之人还真是不少。那我该怎么办？子陵门主说的对，梅姑娘，万不可妄自菲薄。若没有你的帮助，我们绝无可能如此顺利地逃脱那个鬼地方。那韩前辈，我能跟着你吗？梅姑娘，韩某是个性情寡淡之人，一心修道，时常身犯险境，断废两选。此事，请恕韩里不能应允。梅姑娘切勿见怪，韩某并非执意推脱。别看我当下略有小成，但是我招惹的仇家都是手眼通天的人物，在没有进入元婴期拥有足够力量前，韩某自身尚且难保。若是真遇到什么变故，倒是无法庇护你，也只是徒增伤情而已。韩前辈，那若是你到了元婴期后，可愿意收下梅宁？首先，能否进入此境界，韩某尚无把握。况且，就算真的进阶了，也不知是多少年之后的事情，少则数十年，多则100年，也不无可能。梅姑娘，愿意一直等下去吗？梅姑娘，你如今孤身流落异乡，心中有些动摇也是自然。但世事无常，修仙界本就充满了危险和残酷。与其把希望放在不确定的事情上，倒不如鼓起勇气立志苦修，说不定便可和紫菱姑娘一样，自己也结成金丹了。这难道是降尘丹？结丹所需的顶级丹药，这是给我的。韩兄说的对，妹妹，你就收下吧。有了此物，你结丹的机会将大幅增加。我们也可结伴同行，如若遇到刚才类似情况，也好有个照应。若是能靠自己的努力创出一片天地，何愁回不去故土呢？梅宁愚钝，多谢二位点醒。韩前辈，紫菱姐姐，梅宁一定勉力修行，绝不辜负二位恩情。梅宁妹妹，谢谢姐姐。看到他们2人，为何总想起当年？
心智之间，若能修行，也定会有一番成就。可惜造化弄人，终究还是负了你一片真心。此地清幽，倒是一处适合谪居之所。韩兄，可是有话要对子陵说？这些东西是范夫人托付给韩某的，如今也算是不负所托了。范姐姐、卓姐姐，还有思雨，好不容易修炼到了结丹期，好不容易有能力可以保护大家，以后是不是又要变成我一个人？门主节哀。韩某当年也有这样一位故人，那位姑娘与我相识于微末，后来家中变故，父母双亡。再见之时，她已是一名医者，救死扶伤，悬壶济世。只是由于我的牵连，她又失去了栖身之所。再后来，她为了给家人复仇，不惜以凡人之躯入局，对抗修仙者。真是个莽撞的姑娘，换作是我，未必会有她这等决心。后来呢？韩兄一定也帮她报了父母被杀之仇吧？其实，最重要的是，他自己走了出来。从过往与悲伤之中，找到了前进的力量，不困于仇恨，不拘于情爱，为了自己而活。即便是凡人短暂的一生，但他还是拼尽全力，活出了璀璨的光芒。其实，他是韩某此生最佩服的人之一了。听起来，他和韩兄的关系颇不寻常呢。恐怕也是韩兄最为珍视的人之一吧。好了，不打趣你了。多谢韩兄对我说这些。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韩某近日说教过多，门主见谅。依你的聪明才智，假以时日，一定会在这天南闯出一番天地。不过，当下正魔对战正酣，木来人蠢蠢欲动，此地已然算是一片乐土，不如在此休整一番，再寻机缘。哦，对了。这玉牌之中，记录了此地的风土和语言关窍，还请收好。多谢韩兄。我和梅宁妹妹已准备遮蔽洞府，在此闭关一段时日，稳固修为，再做打算。韩兄，当年那颗流影珠，你还记得吗？在各自到处在身边无畏，是
是悲，许出名的乱世萍水。韩兄，这就要走了。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这些日已是韩某此生难得的惬意时光。其实那刘影珠中两人的人生，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只是，时间传闻你爱你恨你将千金宝刀作对，慷慨馈赠，从此这个名字只会属我一人。我该如何追问？韩兄，最热烈青春，不管山重阳，逐末路的黄昏。茫茫碧草古城，谁还我一生？听鸿毛如水。再见面时，是不是该叫你一声韩老祖了？又或是，按照韩兄杀伐果断的行事之风，该叫你韩老魔？是啊，那就承你吉言了。王小姐，珍重。韩兄珍重，预祝韩兄结姻成功。汪宁一定会拼尽全力，尽早追上你的。相传，在这云梦山脉深处，有一棵灵眼之树，已活了数万年，与金雷主养魂木并称修仙界的三大神木。据说，减轻结阴时心魔入侵压力的灵药定灵丹，也要依靠此木的神液才能炼制出来。若是能得到一些就好了。这云梦三宗能聚居在这地界数千年相安无事，自然有些手段。实在是厌烦了被人追来追去的日子，找个宗门，借助灵脉之力，老老实实的突破元婴吧。等进阶之后，天大地大，何处去不得？百巧院多招揽修仙世家弟子，古剑门最重视弟子的灵根资质。倒是这落云宗，功法虽杂而不精，倒没听说有何收徒限制。谢谢，谢谢。别挤啊，别挤啊，一个个来，都有份儿，都有份儿。哎，您怎么了？感谢神仙呀！要是没有你们呀，我家小宝可能这次就过不去了。是，但是丹药有点苦，吃起来还硌牙，不如饴糖好吃。小宝，不许胡说，忠言无忌哈！伸手啊！给孩子的药。等会儿啊。孩子的药是，行啊，孙世侄，看来上届炼丹考核能考倒数第一，还真不是没有原因啊。奶奶，后面的人来我这儿排队吧。好，咱们去那边。哎，你哪里不舒服？哦，入门测试啊，那边。高高在上的修仙者能为凡人求医问药，提供医诊，谢谢。就算一年只有1-2次，也是难得的善举。而且听说这落云宗只要基础功法修炼到一定境界，即使灵根再差，他们也会收下来，算是有教无类。行啊，就是你了，落云宗。哎呦，天有对剑！
已经许久没有用过飞行法器了，放哪儿来着？哎，算了，走走也好，就当是好好看看这落云宗的环境吧。这淡淡的云雾，似乎会对炼气系修士产生影响。入门测试这就已经开始了吗？冯师兄，这新入门的散修怎么感觉人变少了呀？而且这一个个看上去根本不合格呀！哎呀，还不是我爹有一次破例收了个炼气8层的散修，给外界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咱们的收徒门槛很低。反正世剑大会4次输，输完古剑门就输百巧院，输完百巧院又输古剑门，啊，再接下来没得输了，啊，就算有好苗子，也都被2大派挑走了。不过呀，也不能小看这些散修，谁知道里面有没有被埋没的天纵之才呀？哪来那么多天才呀？务实一点。你看看这都什么人呢？这是什么呀？哎，看那里有2位前辈，好厉害，好厉害！这就是幻阵吧？哎，这是前辈，我第一次见。好想入门啊！行了，诸位，双灵根、3灵根、特殊灵根的，一会儿跟他走。炼气功法10层以上的，随我来。剩下其余人等在此地等着吧。一会儿会有人带你们去参加试炼的。又白来了。哎，快看快看，又是那个老头。听我入了门的亲戚说，他次次都来，但总通不过测试。多少年了，一点没有资质证明。行，资质不好、没有机缘的散修，若想靠自己修到10层之上，还真是难如登天啊！此人修的是何种功法？为何散发出一种奇怪的阴森寒气，且十分隐蔽？若非身世达到一定层次，几乎很难感知到。不好的预感。且慢！你们之中有没有懂灵草的呀？我都没见过几只，不太认识。穆师伯，你怎么来了？这么回事？我的药园还缺人手，你来不来啊？药园，兜兜转转，又是药园。新来的叫什么名字？禀仙子，晚辈韩立。走。等等，穆师伯，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倒也没什么，这入门试炼的流程还没走完。若是穆师妹那儿缺人手，那不如等我忙完。冯师兄，我们你还是顾好你自己吧。走。
总算发完了，真是宁练10天剑，不做1日功啊！哎呀，你还有脸说？入门这么多年了，论这遍草识丹的本事，还不如人家新来的。师叔就别取笑我了，所谓人各有志嘛。哎，不过这位兄弟在草药方面确实有点水平啊。你叫什么名字？韩立。哦，这小韩兄弟一看就是实在人。嘿嘿，我看好你啊！入门之后，孙哥我罩着你。此子看来是个性情中人，不错。敢问穆师叔，这落云宗以往就是这样，施药开诊救助凡人吗？是啊，据说80年前，宗内的一位太上长老化作凡人，在这世俗界行走的时候呢，遇见一户人家，颇受感动。回来之后，便在这儿每年开设义诊，帮助周边城镇凡人。其实啊，就是些不成品级的废丹，留着也没什么用，还不如发给他们，还能治病，怎么能浪费了不是？师叔，你看今天的活都干完了，我约了几个师弟去消遣，就先走一步了哈。哎，小韩兄弟，回来了别忘了找我耍啊！哎，这家伙还是这么没正气。这之后的世剑大会该怎么办呀？哎，还愣着干什么？走，带你进山门。不知那位师兄如何称呼？他呀，姓孙，名字叫……哎呀，太复杂不好念，我们都管他叫孙火。这落云宗啊，除了那座最大的主宗，平时呢作为2位太上长老的闭关之所外，其余呢还有天泉、火云、引剑、锁烟、白凤、幻石6座奇峰。每座峰上啊，都安排了2位结丹期前辈作为正副峰主。哎，看，那山脚下有一座附属方室，平时啊方便弟子交易资财。你这听了还挺认真啊。行了，最重要的信息就这些了。走，再带你去前面转转。你若有其他问题，自己去藏书阁翻书去吧。哎，那本书叫什么来着？《落云纪要》。你说啊，就这么一点点小事儿，能写这么厚一套书，那几位太上长老也真够闲得慌。冯长老好。参见冯长老。副师侄不必客气，早晚呢都是自家人。你身后这位就是新来还未报道的新弟子吧？可儿今天跟我说过了，长老言重了，是。我正要带他去见掌门师兄。老夫啊，刚从议事厅回来，今年的新弟子中，竟然还有个断金之体的天才。银剑锋跟火云峰为了抢人，差点打起来。哎，最后啊，还得我这把老骨头前去调停。这不，最后非得拜入老夫门下，这可如何是好啊？断金之体，确实是好苗子。天色已晚。要不就由老夫来考察你。是。炼气10层，看着年纪轻轻的，还算勉强可以。叫什么来着？是何等的灵根啊？师祖。师祖，弟子韩立，乃是木火水土4灵根。伪灵根。应该又是那一套诸暨无望的说辞了。无妨，我宗啊精于炼丹之道，此外还有符箓、阵法、炼器等等杂学。你呀虽是伪灵根，但仍要勤加修行，切莫失了向上之心。
若是有朝一日为宗门立下功劳，门内也会赐下筑基丹的。你随老夫来吧。问心符这一关的规矩还是要过的，若无问题，就跟古时之一样归入天泉峰吧。是。问心符无非是探知根脚那些，以神识稍加掩饰即可。冯长老呢，既然让我多带带你，你是想看管药园，还是跟我学些炼丹之术呢？弟子资质愚钝，恐误了师叔大事，还是看管着药园吧。那这里可就交给你了。每年呢，只需要上交定量的药材就行。这些是药园的令牌，以及各种草药的打理方法。切记不能出差错啊！我可是会定期前来检查的。明白。师叔还有何吩咐？哦，这个玄冰诀的功法，修炼时啊容易突破瓶颈。你若是在修炼上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来找我。如果有其他人来找我，你就说我闭关了。切记，不能让任何人进来，尤其是那个姓冯的。收徒有教无类，还会给凡人义诊。这洛云宗啊，真是越看越顺眼了。算是平安落脚了，先休息一下，明日再说。感受天地之间的呼吸，把它当成一个整体。这一批的丹药要的比较急，领完药材后就去吧。遵命。这洛云宗确实有趣，别的门派入门发法器或功法，他们倒好，发个底。散修当惯了，这种在宗门内的感觉久违了。不过，若是修炼的话，还需在暗处另行开辟洞府。这地方倒是不错，就是还需要再雕琢一下。这聚灵阵当真精妙，这下不用担心高阶修士发现了。这家伙自从阴冥之地回来后就昏睡不醒，是吞噬大量阴兽精魂，又开始进阶了吗？好了，洞府就暂且这样，日后再慢慢收拾。
接下来要冲击元婴，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首先是逼出体内残留的风灵劲。发出，开始。很好，锁住了，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了。这风灵进入复古之躯，处理起来着实棘手。不过总算快要彻底摆脱它了，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而今看来，这清源剑诀和大眼诀皆是世间罕有的功法，我那两者兼得，当真是天大的造化。这炼丹一道，也要再加精进才行。毕竟这九曲灵参、玛瑙角和半妖草都是天难难寻之物。若是炼制失败，可就前功尽弃了。哟，还真是稀客。是翅膀受伤了吗？这下就好了。对了，还有这东西。学会妖族语言，总算能看懂了。这兽皮中记载的是一篇名为《疾风九变》的妖族兵法。可惜没有妖族的强悍身躯，人族之体根本承载不了。还有一种名为血影盾的秘术，通过燃烧精血，可大大提升盾速。不过此处需要将法力关注双翼之上，人族依然是无福消受。除非，这不是巧了？不错啊，继续干活吧。是，师叔。表面的样子还是要做一做的。好在有这些傀儡在旁，倒也不会耽误太多时间。快回去外面的世界吧，要是受伤了，再来找我。这风灵劲总算是解决了，不过总觉得体内灵气多了一分驳杂，不知是否会对结音产生影响。听说这落云宗独门的定灵丹，除了可以安定神魂之外，还有清除体内丹毒杂质的作用。可惜原料稀少，一丹难求啊！请问袁师姐在吗？袁师姐，我。自火，是他，袁师姐又是谁？上一任看管药园的弟子吗？孙师兄有礼了，如今药园是有在下料理。哦，原来是。小韩兄弟，那更好。你孙哥我呀，有一笔绝佳的买卖，有没有兴趣听听？
你可知，在这落云宗，啊不，是整个修仙界，什么最重要？孙师兄以为呢？是灵石，灵石啊！所谓有才走遍天下，无才寸步难行。哎呀，就像你孙哥我吧，平生最爱3尺剑，前段时间花了数百灵石得了这柄顶级法器。锋利有余，韧性不足。这东西我来炼制，估计100灵石足矣。哼，他被店家宰了。可惜啊，大把时间都要用来修炼，哪有功夫去赚灵石啊？不过，你孙哥我呀，最近寻到了一条求财的好路子，那就是抓血云狐。嘿嘿，进化成妖兽的血云狐，深受门内女弟子的喜爱。但凡活捉一只，起码能卖出上百灵石啊！怎么样？我们前段时间发现了一只，可惜啊，让其跑了。嘿嘿嘿。可是，若是能有50年以上的黄金做饵，嘿嘿嘿。师兄，你原来是来借药材的呀？这园内确有你想要的东西，但在下只是个管事的，确实没资格调用，否则没法和穆师叔交代啊。此人交友广，看起来也是个正人，举手之劳，图个门内眼线也好。哎呦，师兄若是手头紧的话，在下入门前倒也有一些积蓄，可以暂时借与师兄使用，却方是另卖1株黄金。小韩兄弟，大气！算孙哥欠你个人情，事成之后双倍奉还，相信我，一定没有问题。哈哈哈！3日，就3日，哈哈哈！等我好消息吧！哈哈哈！哎呀，大意了，大意了呀！哎呀，韩老弟，我大意了，你听我解释，是这样的，那血云狐动作飞快，叼起黄金一溜烟儿就跑了，那绝对不是普通妖兽，是稀有种啊！咱不甘心呐，为此特地借来了数杆迷踪阵法旗，只是目前操控阵法的正好还缺一人。我看，韩老弟，你来吧，我也带你出去走走，别老闷在这些日子闭关修炼大隐居时，总有些心绪烦躁、无法静心的感觉。是到瓶颈了吗？罢了，出去走走散散心吧。孙师兄既然都这么说了，就走一趟吧。我还真有些好奇，这血云狐长什么样子。就知道韩老弟是个讲究人。这阵旗拿好，放心吧，不会让你白跑一趟的。好，走着。让我抓到啊！死了？这阵法不是只能困敌的吗？
体冰凉，也没有脉搏了，似乎真的死掉了。一定是你们这阵法有问题。狐兽生性狡猾，小心有诈。孙哥，要不咱们把这法阵撤了吧？万一真有问题呢？这鬼东西真的没气了，这下又白忙活了。清灵之气，怎么样？没事吧？老弟，追的方向不对啊！师兄莫慌，那小东西使了障眼法，我正在用法器追踪它。跟着，兄弟，走。还是那个钻石壁里去了。5吨，你们都不会吗？那等着吧。这灵气的痕迹，与那九泉灵身的清冷之气倒有些相似。难不成这次又遇到什么天地灵物的化身？客人远道何不进来一叙？阁下竟是结丹期修士，这敛气的功法很不错啊，连我都差点被骗了呢。神识竟无法感知到任何灵气波动。原来是前辈潜修之处，厉某失礼。不知前辈尊姓大名，与这云梦三宗有何关系？被忘却的不祥之人，是不配拥有名字的。这世间之人，也没几个记得我了吧？哼！此人修为莫测，为何会藏在这云梦山腹地？此处石室皆由青金石打造，也称作西灵石，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炼器材料。除了用巨力破坏之外，任何法术和法宝的灵力对其都是无效的，是建造囚室的最好资材。青金石，为何从未听说过？有些东西只存在于蛮荒时代，用尽之时则会消弭于过往。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我遇见的第一个活物。从灵力痕迹来看，此地至少有数百年未曾有人踏足了。寿元如此绵长，难道真是元婴老怪？晚辈在门内身负重任，实在不便停留。前辈有所差遣，只要不是什么伤天害理之事，晚辈愿意效劳。只是如何从这里出去，还请前辈明示。道友怎得如此心急，才到此地就要离去？我观道友似乎受困于灵根资质，结姻起来必然事倍功半。他是怎么看出来的？你能与我相见，也算是有缘之人。老身倒有一件宝物，可助你结姻，一臂之力。
宝物？当然是有条件的。一来，你要替我保守此地隐秘；二来，便是要替我去做一件事情。此物名为灵眼之玉，能助你在结阴时心神稳固3分。因为某些原因，我无法离开这间石室。你要做的，便是替我将此信函送交给某个人。送信，灵眼之玉。送信，晚辈还以为前辈要我替你去杀个人什么的。我眼下受困于此，自是要修身养性，又怎会平白造些杀孽，扰了清静？只是送信的话，晚辈自当效劳。灵气盎然，似乎与那清灵之气有些相似。怎么样？我这只灵眼之玉，可是快孕育出化形之物的宝贝，带着此物修炼，必定可以事半功倍的。果然如此，那雪云狐就是沾染了此玉的灵气，身上才会带有淡淡的清灵之气。好了，那信函也在盒子里，另外在我身后的石台之中，另有一个玉盒。你将那盒子拿来，将里面的东西取出，那东西是我的信物，连同信函一并送去就行。既是信物，前辈为何不自己去取？我若是自己能取，还用得着你？实话告诉你，这青金石也好，天火神令也罢，皆是老身为了自困于此所设。此话怎讲？曾几何时，我也曾是圆梦数1数2的修士。我主修幽沙诀，功法通玄，但此法却有个致命的缺陷：一旦修炼大成，便容易心性迷失，嗜血成性。当年我自是心智清明，远超同级，种种艰难险阻也都平安闯过，便不顾他人的规劝，修炼了此功法。结果进阶元婴后，还是无法自制的陷入癫狂，最终酿成大祸，被人追杀，心神受创，还废掉了一条手臂。于是，我与道侣决定将自己困在这石室之中，这神炼的钥匙也掌握在他的手中。我们约好，每过一段时间，他就来看看我情形是否好转。就这么持续了100年，但是后来某一次，他失约了，再也没有来过，就这么踪心全无。无尽的岁月之中，我只能在这里孤寂的等着，只有找到他，才能解开这神链，让我不至于再次耗到大限来临。前辈之意是让我给你那位道侣送信，可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位前辈是否尚在人世还未可知啊。当初他失约之时，我就猜测，是不是他遭遇了什么不测？但以他纵横天南的手段，理应不会啊。当初我和他约好，就算他真的遭遇了什么不测，也会将钥匙交与门下亲传弟子保管，找到他们也是一样的。可笑吧，拼尽全力修到元婴又如何？最终只能落得这样的下场。
若事实真是如此，那此人的经历还真是……就是死物，把符箓撕开，将盒子给我就行了。抱歉，我在此被困得太久了，一时有些失态。好了，撕了符箓，取了信物，你就可以走了。我可是将灵眼之玉这等世间难寻的宝物，都已经交给道友了，你还有什么好迟疑的？自然，可晚辈还有些疑问，想请前辈解惑。站住！你要干什么？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果然有问题。你不要过来！交易看似合理，经历也天衣无缝，但如此强硬的就将人拽入密室，怎么可能是什么善类？此物有毒！修炼此间的功法，看来这禁制不足以致命，只能暂时将其制住。石小肉身坚硬无比，只有元婴期以上的真火才能将其炼化。这里放着的应该就是石骁的精魂，难不成是当初镇压的不彻底，这才留有意识残存在体内？罢了，这些都不是眼下我能应付的，还是赶紧寻脱身之法。差点把你忘了，叶道聪明，挺会找避难之处。话说你这小东西还真是命大，和石骁这种东西待在一起还能活得好好的，真是不可思议。等等，后面。你到底是谁？刚才变形攻击，绝不是一只低阶妖兽可以做到的。我是谁？刚跟我聊了这么久，这么快就认不出我了？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活物。我是何时被影响的，竟没意识到这里不该有活物？怎么？我这幽沙诀的滋味还不错吧？这功法当真邪门，竟能影响他人感知，甚至能够骗过我如今的身世。
不管这是什么功法，今天我之中只有一个能活。小弟弟，不要这么心急嘛，我马上会让你知道姐姐的厉害。这灵气好像是活的，这东西在隔绝我的法力。不对，不是幻术，这下麻烦了。睡吧，小弟弟，安心的睡吧。姐姐会在这里陪你很久很久。碰动了！好险！刚才的玉如意是怎么回事？这狼是这玉如意的气灵吗？你要干什么？你看他，你竟然是佛舍！这气息又变回低阶妖兽了，这气灵看来大有来历，竟能自主行动。夺舍来的身体，自然是有些不太适应罢了。你是母的？啊，对于有智慧的生物来说，请至少称一声姑娘吧，这样才显得有礼貌。不管你是男是女，总该告诉我你的来历吧。来历？我不就是你手中的那个古堡的气灵吗？气灵，我当然知道你是气灵，可我还没听说过气灵会夺舍，更没见过气灵会说人话。你
你没听过见过的事儿多了，习惯了就好啦。喂，你在干嘛呀？二者似乎确实有联系。韩某只是很好奇，既然你已然夺舍了这灵狐身体，那这玉如意多半是没用了。若是捏碎，会发生什么呢？不必试探了，我自是会随之烟消云散。毕竟，身为器灵太久了，早已与此物密不可分了。看来，只要玉如意在手，他就无法对我造成威胁。但此时疑点重重，方才已经被炸了2次，不能再上当了。当当，道友，你可有备用衣衫啊？耶！你现在肯定有一堆问题想要问我。首先嘛，称呼，你就叫我银月吧。来历嘛，我也记不清了。外表看似成熟，内里却像个跳脱的孩童，这是多少的后遗症吗？我只有一些模糊的残存记忆，虽然只有那么一丢丢。我却记得我是银月狼族的一员。银月狼族，似乎未曾见任何典籍中提及过。至于其他的嘛，我还要再使劲想想。他若真是那玉如意的器灵，银月狼族困在虚天鼎中，这里面似乎牵扯了些不得了的事情啊。那器灵夺舍是怎么回事？不是夺舍，要是器灵都有这种逆天能力，那修仙界不早就大乱了？这可是我们银月狼族的天赋能力——灵魂吞噬。若非今天遇到的是只灵狐，天生就与我们银月狼族血脉相同，能否成功，还真不一定呢。似乎之前被失消的分神占据了，神魂之力大打折扣。这么一解释，还能勉强说得通。不愧是韩道友，聪慧豁达，银月佩服。恭维的话就不必多说了啊。虽然现在疑点还有不少，但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你既然已经有了躯体，那下一步准备做什么？如果我说我想离开道友，自行修炼，道友不会杀了我吧？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不过，你的功法神通似乎善于逃遁，那当日在虚天殿又是如何被结丹初期的我擒下？啊，我只是个器灵啊，真没办法驱动寄生之物，飞行太久的。如果想要离开那个地方，只能通过被修士带出去这一条路。哎呀，一提到那天我就好气啊！那个顶好不容易裂开那么一小小条缝，我刚一飞出去，什么都还没看清呢，那场上就有6个元婴期的老家伙对我下重手，6个呀！对当日情形如此了解，又闪的看来他确实是那个器灵。场上还有3个结丹期的修士呢。这么说，你是存心让我得到这玉如意的？是因为落在结丹修士手上，
日后更好逃脱是吗？那现场不还有另2位吗？为什么选中了我？一个戴个面具，奇丑无比；另一个阴森森的，好可怕哦。至于你，虽然相貌平平，但已经算是当时场上最正常的一个人了。听懂了，不过银月道友还是多说些恭维的话吧。在下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些年来你并没有逃走，而是藏身在储物袋中，那岂不是将我的一切举动都看在了眼里？不错，韩道友这些年的经历、功法还有法宝，我都分毫不差地看在了眼里。所有？对，包括你身上那个神秘逆天的小绿瓶。既然银月道友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说出来，那我们不妨直截了当一些，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韩道友，你忍到现在才动手，银月已经很满意了。这证明道友确实是一个恩怨分明之人。若适才我没有出手挡下那狐妖的一击，想必道友根本不会给我机会吧？不错，但如果你在短时间内无法说服我，我还是会出手的。好，韩道友此番行事正合银月的本意。若道友不是个杀伐果决之人，是无法在修仙界走太远的。此等逆天之物，若是让那些大人物知道了，只会给你和身边的人带来无尽的灾祸。毕竟我可不希望刚认一个人为主，那个人就马上死于非命了。认人为主，此话怎讲？道友也不想自己的本命法宝没有气灵吧？银月呢，可以将元神从那玉如意中移出，充当这把剑的气灵。这样一来，不光此剑能威力大增，银月的生死也就掌握在道友的一念之间了。这等稳赚不赔的买卖，韩道友应当是愿意接受的吧？想找一个像银月这样有灵智的气灵，恐怕也不容易吧。气灵分离可疼了，我可是好不容易才下定了决心。韩道友，你可要好好考虑一下哦。气灵认主，那便与我心意相通，生死在我一念之间，不必担心性命。本命法宝也确实需要气灵。若是韩某随意相信这些只对自己有利的事，恐怕早就活不到现在了。银月道友，应该也有自己的目的吧？实不相瞒，残存的记忆隐隐告诉我，若有一天我能重新拥有身体，并且修炼某种秘法之后，在寄生之气的主人修炼至化神境界，飞升上界的那一刹那，我就能恢复记忆，获得真正的自由。所以，在此之前，银月一定会全力辅佐你的，因为拥有小绿瓶此等至宝的韩道友，是最有可能实现我这愿望的修士了。你说对吗？银月以后会把自己所有的未来全都压在你身上，忠于你，供你驱使，绝不背叛。若有一天
你遇到了什么危险，银月一定会死在你的前面。这下子还真是要热闹起来了。这东西的精魂还封印在那匣中，积在灵湖之中的残魂，实在又被银月吞了。在这重重镇压之下，想来是掀不起什么风浪了。不过这外壳坚不可摧，暂时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将其炮制，还是将其留在此处，待日后再来解决吧。行吧，你的第一个任务找到出去的路，这对你来说不难吧？交给我吧，主人。以后请多指教了。你们说，韩师弟能得手吗？那妖狐如此狡诈，谈何容易？不过，韩师弟倒是深藏不露啊，会追踪术，还会土遁，难不成这韩师弟是什么大人物的后辈？哎，韩师弟，嘿嘿，哇，还真被你给抓住了！哎呀，真有你的呀，韩老弟！信不辱命，这小东西还真是狡猾，竟在里面兜起了圈子。要不是他最后灵力不济了，恐怕还真叫他给逃了。你看，这还真是稀有种，双瞳异色，还挺漂亮的。是啊，是啊，那可得严加看管啊，可别再让他跑了。哎呀，放心，我心里有数。有了这碧云带，我看你这次往哪里逃！啊，这次能成功捕捉，多亏了韩老弟的帮忙。这样，韩老弟独自拿5成，剩下的咱们再分。好，好，一切都由你拿主意便是。嘿嘿。不过天色也不早了，咱们就尽快将他出手了吧。诸位师兄恕罪，药园还需要打理，我就先回宗门了。改日再和诸位师兄一起吃酒。这回真不错。哎好，哎呀，这下跑不掉了。是啊，是啊，没错。动作挺快啊。都是主人安排的好。不过那几个人竟然只用下等法器装我，哼，未免也太小瞧我了吧？现在应该还没发现我不见了呢。如此这般，他们几人恐怕是又要空欢喜一场了。好了，走吧。我们去采购一些夷灵法阵的必要材料。一直用这种短暂的禁制也不是个事。对了，主人，那失效的躯体你可得留好了，此物大有用处。可惜不是那么好炮制的，但好在已无残魂，难泄风浪，可以等你元婴之后再慢慢处理。还有，最好别让我离你太远，不然器灵和法宝的神魂连接会受损的。还有，还好缺少的几样材料倒也不算稀罕之物，门内的方式还算一应俱全，眼下还是完成7灵1灵最为要紧。准备好了吗？开始吧。7灵1灵还真是棘手，若是出了什么差池，7灵本体便会烟消云散。但愿他能成功吧。
成。不是，你……是我呀，银月。不是，你……是我呀，银月。有时是灵动可爱的少女，有时又是风姿绰约的贵妇。曾受困于无尽幽暗之中，人生寂寞。此时此刻，终于重获新生。就让我们一起揭开我神秘的身世吧，主人。主人，如此甚好。虽说你已是我的妻灵，但我们之间不必以主仆相称。那叫你什么呢？公子吗？还是叫韩兄吧。好的，主人，收到，主人。你一直都这么爱说话吗？对呀，这不是在鼎里关了太久了吗？哎呀，你这怎么办呢？你说这是，你说这，哎呀，你就说，我不行。你这我脸皮薄，王师兄，孙师兄，韩师弟，韩老弟，你说，对不住，对不住啊！莫非是雪云湖出事了？哎呀，演的还挺像。什么都别说了，此兽是在我手中丢的，定会给你个交代。这是此前借你的灵石，我现在就这么多，你先拿着，不必担心。再过几日我就闭关充期筑基，待此后的世界大会开启，我定有多个好名次，就可以赚取灵石还给大家了。哈哈。世剑大会，韩师弟居然不知道世剑大会？这宗内啊，无论是内门弟子还是外门弟子，无一不在谈论此事啊。而且，可也是我云梦三宗最隆重的盛会。韩老弟不怎么在门内走动，不知道也是情有可原的。咱来给他说道说道。来，届时来观礼的那个都是结丹修士，平日可见不到，也是我等出人头地的好机会啊！哎，二位兄弟可知道，宗门昌盛与兴衰，什么东西最重要？你说。我觉得最重要的2件事，莫过于太上长老的实力和年轻弟子的天赋。没错，嘿嘿，所以说这世剑大会啊，正是云梦三宗为了挑选这天骄弟子而准备的。无论何等身份、何等修为，只要年龄不超过30岁，都可参加，并且如果真能进入前10名，还会获得开眼仪式的资格。韩师弟看起来只有25、6，嘿嘿，还是符合条件的。是啊，开眼仪式，难道大会奖励竟和灵眼之术有关？哎，这开眼仪式啊，要用到圣树纯叶，所以此大会也是我们落云宗、古剑门
百巧院瓜分圣树纯叶的一种方式。若是能在大会上力压其他2派宗门，就可以拿走纯叶1半分量。是啊，排名前几名都有顶级法器相赠，夺得魁首的，还有一颗顶级的定灵丹，太上祖师程老祖亲手炼制的，带着他找结丹修士，一准拜师成功。不过呀，还得先在门内出世中获得好名次才行。定灵丹、灵眼之术，找了那么久都没找到，世剑大会倒是个好机会。主人对世剑大会如此感兴趣，果然是为了那灵眼之术。那圣树对3宗过于重要，还共同设立了阵法结界。平日里别说是靠近了，连藏在这云梦山脉的何处都无从知晓。如今有着可以近前观摩的机会，自是不能放过。也是，方才听着2位弟子说，以这圣树留下来的纯叶为基，外加其他珍贵材料，便可以炼制出传说中的明清灵水，可让双目穿雾透时呢。哎呀，可惜啊，只对炼器和筑基的低阶弟子有效。若非如此，上面那几个家伙也舍不得拿出来当奖品。不过主人现在装成了炼器期，若是战胜那些筑基期的弟子，是不是有点此类比试总会有大族弟子参加，以家世和传承力压，想混入前10并不难。可是获得第1名，确实太过招摇显眼。哎，到时见机行事吧。主人的烦恼还真是跟别人不一样。不过这样也好，若是错过了这般良机，这灵眼之术还真不好接近呢。若是能得到这灵树纯叶和定灵丹，倒是一件好事。先通过初试吧。师叔，听说你要参加这次世剑大会的宗内比试？是，穆师叔何以教我？哦，没有。参加比试嘛，多多磨练是好事。尽力而为就好，莫要强求名次，以免伤了根本。多谢师叔指点，在下明白。正好我也要去观战，既如此，顺路带你一程吧。谢师叔。穆师叔也会参加吗？各峰都有内定名额，可以跳过这一轮。门内比试我就不参加了。穆师妹，穆师妹，许久不见啊，近来可好啊？好得很，不劳挂你。我们走。师妹，在下可是在哪里开罪于你了呀？你我2人结成道侣一事，2家的长辈都已同意了。师妹，你又为何拒我于千里之外嘛？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此人死缠烂打的。虽是长辈之言，我却无法认同。至于你，什么时候修为追上我了，再来提道侣之事吧。否则，休想碰我一根手指头！还不快来！有意思。牧师说身后跟着的那个男人是谁呀？之前怎么没见过呀？少在这吹！看来是落花有情，流水无意了。老弟，一会儿说啊。这位师兄，我记得你，我们是同一批登的山门。在下杜东，师兄请了。原来是杜兄，在下韩立。师兄是个明白人。穆师叔今日带师兄同行，出于何意？想必师兄明白。兄弟
就不多嘴了，只是想借机打听一下，牧师叔此前有没有和师兄说过这事件大会有关的事情？哦，这倒没有。莫非杜兄这听到了什么内部消息吗？师兄说笑了，在下身份低微，哪来的内部消息啊？既如此，我就先告辞了。好，改日再去找师兄喝酒啊。韩兄为何要故意吓退对方？难道不应该将计就计，引蛇出洞吗？此人身份不明，还是让其主动疏远我吧。长老驾到！看来都到齐了。事件大会之前，宗门内先进行一轮比试，选拔参与大会的人员。希望各位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为宗门争光。宗门比试吗？还真是第一次参与。这女子先前在城里见过，结丹中期就能布置3个大型法阵，实力不俗。汉老弟，那可是赫赫有名的白凤峰宋玉峰主，你这么直勾勾地盯着人家看，若是被牧师叔发现，那岂不是不妙啊？我说孙师兄怎么消失了数月，原来是筑基成功了，就不要消遣我这个小小的炼器修士了。嘿嘿嘿，韩老弟哪里的话呀！再说了，你孙哥我又不是那种势利小人，是不是？肃静，比试即刻开始。第1场，尹剑锋孙火对阵白凤峰金荣。不说了，这第1场我要先上，得了名次，好还你零食。筑基期的战斗，确实好久没看到。尹剑锋、孙火获胜。筑基1次成功，面对同阶游刃有余。这个孙火还有点意思。好。年轻一辈倒是出了些不错的人才，不过比起当年的你，还是差了不少啊。好，就让小辈们自行切磋吧。事件大会还有些事宜，咱们议一下。恭喜啊，孙师叔！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牛刀吧。第2场，
天泉峰韩立对阵火云峰林寻通。他和谁打呀？林寻通啊！李师兄加油！没想到在第1轮就遇到了韩师弟，知道韩师弟手段不少，可要手下留情啊！师兄，过奖了，请指教。比试开始！快看，天阳火脉，竟然不用符箓就可瞬间释放火属性符障。火浪珠，哎呀，那可是了不得的法器啊！姓韩的那小子输定了，太厉害了！得小心点，不要伤到韩师弟。哎，完了，还看吗？这种战斗的节奏还真有些怀念啊！这个数量应该差不多了。得小心点，别伤到他。别打了，我认输！林寻通认负，天泉峰韩立获胜。我的天，这也太有钱了吧！奢侈，简直是败家呀！有钱，真好。符箓不要钱似的，是哪个世家的公子啊？没听说过洛云宗有姓韩的世家呀。这家伙。哎呀，韩老弟，没想到韩老弟还是个富家翁嘛！下一场比试开始。哎，又开始了。不东胜。师兄，你怎么又躲到这儿来了？我找了一大圈啊！就这么点爱好，是啊，师兄在炼丹上的造诣，恐怕在整个天南都是排得上号的呀。大道至简，这炼丹呐，本就是以天地为鸿胪，御六气，衡五行，半点马虎不得。哎，今日你不是去天道盟总部了吗？发生什么事了？刚见完2位盟主，木兰那边近期不太平，正魔两道也有异动，怕是有大事要发生。哦，哎，
哎呀，这各方长老怎么就没一个主动前去的呢？真是让老夫犯难呐！哎，也是，打又打不过，输的还不能太难看，不然又是落得一通奚落呀！哎呀，谁会愿意平白受这个气呢？哎呀，要是改成试丹大会就好了。哎，师兄不必为难，这次就由我带队去吧。不过，这最终参赛的弟子得由我来选。那就委屈师妹带队跑一趟了。只是这次啊，百巧院和古剑门都有太上长老的嫡传弟子参加，咱们呐赢面不大，不如派些新进弟子吧。师兄我呀，准备长期闭关了。师兄，要准备冲击元婴了？是啊，自从魏师弟那件事之后，老夫须顶着洛云宗第1结丹的名号，长达100余年。如今年岁已高，也该是时候了。不过师妹不必太过担心，有师尊准备的丹药，此次成功的希望尚且有20%之多。等此次大会结束，宗门就闭紧山门吧。师兄只管专心闭关，6方上下一定全力为师兄护法。启禀，启禀长老，最后一轮比试已经全部结束，弟子已将比试成绩抄录带来了。是有什么问题吗？你看看吧。这次天泉峰竟有6人入选，其中还有2名炼气70层的。我没记错的话，那2人应当是才入门数年吧。回禀长老，那位叫杜东的新晋弟子，手持顶级冰属性独门法器，上面雕刻着弯月图案，结合功法，攻守兼备，颇为了得。法器，多半是什么隐士家族留下的家底。姓杜，我心里大概有数了。另一人呢？另一人叫韩立，所学颇杂，应是散修出身，甚至还会些世俗界的武技。主要的攻击手段是符箓。葫芦？符箓，大量的符箓。又花了这么多，应该够用了吧？这动静是体魂醒了。小家伙吓我一跳，只是睡了一觉又进阶了。这恶鬼图好生威猛啊！
难道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是什么？想不起来了。嘿嘿，这个小东西啊，专克各种阴灵邪物。不过它呀，摄入阴气过多，容易迷失神智，变得凶厉无比。还是让它多晒晒太阳吧。行了，他刚进阶，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吧。倒是你，此前移魂之时，修为似乎散了不少，得赶紧修回来啊。好啦好啦，知道了。哎呀，修炼。不过有韩兄的丹药辅助，恢复这点修为还是不难的。而且啊，这狐妖之体还有些隐秘的神通，也算是失之桑榆了。多做些准备，总是没有坏处的。那个杜东，果不其然，也入选了洛云宗的名单。恐怕这届世剑大会会有些意料之外的情况。倒是人多眼杂，为了避人耳目，或许需要你的协助。明白了。主人。恭喜你啊，通过门内比试。师叔，门内有令，让你立即前往白凤峰，接受宋长老的亲自指点。弟子明白了。三宗交手不比门内比试，若是情势不妙，认输也比受伤强。多谢师叔关心，韩丽记住了。好好准备吧，我还有事，先走一步。这个牧师叔怎么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真是搞不懂。罢了，先去白凤峰见见这位宋长老吧。这韩师弟不是练气期吗？看着普普通通的，他怎么能入选世剑大会的呀？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这位韩师弟的比赛我可全看了，他出手那叫一个阔绰，符箓不要钱似的往外砸呀！啊，难道是哪个大家族的公子？那我可得去结交一番。有在这偷偷议论同门的功夫，不如多去修炼一二。是，师祖。进来吧。探测心神的秘术，有点意思。你虽入门不久，但接下来会代表本门出战世剑大会，机会难得，有任何修行上的不解之处，都可以来问我。但是在这朝凤阁，
你只能待3天，能体会多少，就看你的悟性了。结丹中期就会施展此等探测秘术，确实是天赋异禀。弟子明白。还得待3天吗？这3天银月能把灵草照顾好吗？韩立无意，杜东有鬼。看来他就是杜家的后人了。灭门之前，杜家和百巧院傅家交情不浅，若真是后继有人，拜入百巧院才更合理。看来多半是他们的案子了。不过宋师妹通明灵犀的神通，还真是越发厉害了。有她在，任何人想潜入都无所遁形。哎呀，没想到啊，副长老竟提早出来迎接我的，真是受宠若惊啊！哎，白道友亲临，傅某自当是要前来恭候大驾的呀。好了，我们2个这么熟，就别相互吹捧了。不知此行能否拜见贵院的烈火前辈？家师可是托晚辈带好来的。院长大人自从上次与贵门金大门主切磋，结果稍逊一筹后，便与几位友人一同探寻秘境散心去了。此时并不在院内，不过其余几位长老倒是在的。哎，话说这落云宗的人还没到吗？哦，这不就来了？来得好啊！